本王妃治病一向不喜欢有外人在，你既然选择让我为你的孩子医治，那就放心把孩子交给我，跟桃枝一起在门口守着，在我没出来之前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。下一秒，他意识一动，就带着女婴出现在了空间里。他先给女婴做了一个身体检查，整个过程得非常仔细，不能出一点纰漏。终于，在2个时辰之后，锦元堂缝合完了最后一针，他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手术很成功，只要后期恢复得好，你女儿的脸上是不会留疤的。多谢叶王妃娘娘救我女儿，王妃娘娘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民女愿意为你当牛做马伺候你。你会什么？民妇会做饭，会刺绣，还会缝纫和织棉。哦，对了，民妇还会看账本。那好，那等比赛结束后，你就跟本王妃回府吧。叶王妃，药材呢？什么药材？你别明知故问，自然是剩下的药材。药材自然是都用光了，不然你以为我这么长时间是在干嘛啊？你觉得姑会信？这个女婴脸上就那么一点白色的东西，没有一样像你拿走的那批药材。快说，你把药材藏哪儿了？我说我用了就是用了，那20几种药材混合在一起，提纯出来就是这么一点白色乳液，全都给女婴用上了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就自己进去搜，看看这房间里到底有没有我藏的那些药材。回禀太子殿下，属下等人将房间都找遍了，并没有发现一点药材。锦元堂心里早就笑翻了，药材全都在他的空间里面，他们能找得到才怪。浩儿乖，别怕，娘在呢，娘在你的身边陪着你。叶王妃娘娘别介意，我家浩儿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非常害怕陌生人，他不哭也不闹，但是见了人就会开始躲。柴夫人，你儿子这个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从浩儿4岁的时候。他4岁之前明明特别的开朗，人也聪明伶俐，一点就透，但凡是有见过他的人，无不夸赞浩儿一句活泼好动，是个经商的好苗子。可是也不知道为何，4岁之后，浩儿就开始变得十分的沉默寡言了起来，整天不愿意见人，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听到要跟着夫子去读书，就头也不回的跑，慢慢的也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柴夫人，你是说小少爷一听到要跟夫子去读书就跑？这么说来，他是很抗拒读书吗？实不相瞒叶王妃娘娘，我们柴家世世代代的都是商人，这个年代商人虽然很有钱，但是地位却很低，因此我们家老爷就特别的想自己家能够出一个读书人，将来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。我们柴家的孩子都不爱读书，他们有些年纪也都大了，很多都已经外出去江南一带经商，跟着父辈们都出去做生意，因此我们老爷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浩儿的身上，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读书，早日在朝中谋得一官半职的。柴夫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小少爷他可能不是中邪，而是心理出问题了？叶王妃，什么是心理问题啊？你们全家历年从商，却妄想望子成龙，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年满3岁的小少爷身上，让他去学习考取功名。别的孩子3岁的时候，哪个不是父母掌心里的宝？你儿子要是热爱读书也就罢了，可他偏偏是个不爱读书的。你们给他给予的希望就会化成无尽的压力，让他开始痛苦逃避，久而久之，人也会越来越颓废消沉。他会觉得世间美好不过如此，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所以令公子是患上了很严重的心理疾病，也叫做自闭症。想要医治好，让他打开心结走出来，药物是一方面，另外父母的理解和陪伴也不可或缺。柴夫人，本王妃这么说，你能听懂吗？那这么说来，我儿子以后就不能够再读书考状元了？功名重要，还是你儿子的命重要？他已经对读书产生了抗拒心理，你们就不能再逼着他去读书学习，否则病情只会更加严重。就算要读书，也要等他心结打开之后，慢慢引导教育，告诉他读书可以学习知识，学习做人的道理。书中是有颜如玉和黄金屋，可读书也并不是唯一的出路，状元也不是谁都能考上的，不是吗？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换你儿子一生的自由和幸福，
你觉得划算吗？叶王妃，明父都听你的。您说不让浩儿读书，我就不让他读了。只要您能够帮帮他，让他走出来，你要我们柴家做什么我都愿意。那行，我等会儿先给你开点药，你拿回去给小公子吃，争取将他的情绪先抚平下来。柴夫人切记将家里的书本都收起来，不要再让小公子看见，也不要在他的面前提读书学习之类的词。半个月后，本王妃会上门给小公子复诊，再给他做心理疏导。太子殿下，齐王殿下，柴小少爷的病情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治好的，想要彻底治好，起码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来疏导。不过，我已经给柴小少爷开了治自闭症的药物，也给柴夫人提供了心理辅导的办法，不知可否算本王妃第3轮通过了？当然不能算，谁知道你有没有把它治好啊？万一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实际上并没有效果呢？武帝此言差矣，叶王妃这2日的表现，你我都看在眼里。她但凡出手医治的人，你看哪个没效果？柴少爷的病情已经持续了3、4年了，想要有效果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这点姑倒是觉得叶王妃说的有道理，她应该犯不着拿柴公子的身体状况欺骗我们大家，你觉得呢？二皇兄言之有理，只不过三皇嫂既然承诺了3个月，那我们何不等到3个月之后再下定论见分晓呢？现在给三皇嫂判定第一，万一她到时候给柴小公子医治没有效果，那岂不是会坏了三皇嫂的名声啊？本王妃不怕坏名声，你大胆放心地宣布本王妃第一吧，这是本王妃应得的，我受之无愧。齐王殿下难道是不想认账了吗？堂堂的齐王殿下，东陈国最得宠的王爷之一，居然是出尔反尔之人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。1万两黄金敢说不敢给，你看看以后还有谁敢帮你做事？诸位安静，听本王说，并非本王不愿意给三皇嫂1万两黄金的奖品，而是这一次医术大赛的奖励并不仅仅是本王这里的1万两黄金，还有太子殿下私底下给三皇嫂承诺的1万两黄金。三皇嫂的本事让人心服口服，是这次医术擂台赛上当之无愧的第1名。本王愿意拿出1万两黄金交给三皇嫂，就是不知道太子殿下这边。骆景生气得差点晕过去，他才刚刚欠了御药房一批药材，那些药材加起来怕是3万两黄金都不止了。当然，姑说话向来算话，姑等会儿就让人将1万两黄金送到叶王府去。阿赫，你怎么了？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不舒服。那你裹着自己干嘛？这天气也不冷啊，你先出来吧，别把自己捂坏了。骆君喝的被子裹得更紧了，他现在这个窘迫样子，哪能让纪云堂看见？阿赫，你又不听我的话了吗？你要是不听话的话，我可要走了，我就不管你了。别走。好，我不走。你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拉了。嗯？我拉裤子了。阿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陈虎不会抱本王，他……我懂，阿赫，我都懂，这事不怪你。阿赫，我来帮你换裤子吧。阿唐，我听说你今天得了第1名，是真的吗？阿赫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我还坑了太子齐王一批药材和2万两黄金，你是没看见他们2个那张脸，比那水池里的王八都要绿。他们2个品行这么差，人也这么坏，之前肯定没少欺负过你，这次就当我帮你报仇了，先收他们一点小小的利息，以后等你好了再慢慢跟他们算账。阿唐，你一下就得罪了2位王爷，这段时间就别出门了，我怕太子和齐王会对你不利。既然我已经得罪了他们，躲在府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还不如直面硬刚，见招拆招。阿赫，倒是你，我们府里现在能用的下人太少了，我又经常不在府里，怕我一走你会遇到危险。等改天我去人牙子那里买一些会武功的下人回来，这样我也会放心一些。啊，多买点人回来也好，
总不能什么脏活累活都让你干。你是本王的王妃，叶王府的女主子，以后有什么活都交给丫鬟们去做就行。哼，他竟然有这等运气，怕不是比赛时作弊了吧？娘亲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将锦云堂的黄金拿过来，这样就有钱为女儿治脸了。让我好好想想，怎么把这贱人的钱弄过来。琳琅，你在房间里好好休息，我去见锦云堂，你就在房间里等娘亲的好消息吧。你来干什么？又想挨揍了吗？王妃，老奴女儿的脸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真是笑话，是你们自己找的狗屎给柳琳琅敷脸，现在脸敷毁容了，你不去找人给他医治，跑到这里来质问本王妃？叶王府里面就只有王妃跟老奴的女儿有过节。琳琅在你没来之前容貌一直都好好的，自从你来了之后，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她的脸也只有你打过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老奴就这一个女儿，我今日无论如何一定要给她讨回来一个公道。你想要什么公道？要么王妃将解药给琳琅，要么就赔钱给老奴，老奴请太医来给她看病。王妃你选一个吧。锦云堂冷笑连连，原来这老东西竟然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呀！解药没有，钱也没有，你可以滚了。锦云堂，这事儿没完，你别以为我们是奴才就没有人权了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了。老奴这就去报官，让官府知道你这个贱人丑恶的嘴脸。王妃，你脸上的斑好像没有了，你现在的样子好美啊！看来我这段时间的药魔没有白服，估计是今日的宫闱宴，老天爷也想让王妃惊艳四座，奴婢今天一定给王妃画一个万众瞩目的妆容。就化个淡妆吧，本王妃可不想成为焦点。是，王妃，奴婢知道了。叶王妃，宫闱宴还有2刻钟时间才会开始，还请您先在这里休息片刻。这茶不错。姐姐，没想到你也来了，我和大哥哥早就到了，你来怎么也不跟我们过来打声招呼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看见你这张脸实在是没忍住。锦云堂，你干什么？我一不在你就开始欺负青青，你可知道她的这身衣服是母亲专门在芳华轩里给她量身定制的，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几世子，你的2个眼睛长着是出气的吗？你什么时候看见本王妃欺负她了？本王妃坐在这里喝茶，她像个智障一样跑过来打扰我。你不管好你的好妹妹，不分青红皂白跑过来，想要教我做事。哇，这就是吉儿小姐刚刚和姐妹们所说的私生女丑八怪吗？本公主看着怎么长得比吉儿小姐本人还要美上3分呢？三嫂你好，我是九公主洛清歌。听母后说，上次在后花园里是你救了我的17弟，本公主早就想当面感谢你了，一直没有时间出宫去。他们几个刚刚还说你是永宁侯府的私生女丑八怪，连门都不敢出，比不上吉儿小姐一根头发丝。吉儿小姐跑到你面前来，也是跟你来炫耀她这一身紫霄翠纹长裙，以及头上的云鬓花颜金步摇的。没想到她引以为傲的美貌根本就比不过三嫂你，这下打脸了吧？九公主不必客气，17皇子福大命大，又机灵可爱，就算不是我，别人路过那里也是会出手相救的。今日还多谢九公主帮我解围了。三嫂，你跟我不用这么客气，他们这些心机婊叫我九公主，你叫我亲哥就好了。我母后说要跟好看的人一起玩耍，自己也会变好看。恰好呢，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爱好，就喜欢看三嫂你这样的大美女。三嫂，你说我们现在算不算是朋友了？好啊，既然亲哥不嫌弃，那我就认你这个朋友了。你们听见了吗？三嫂跟本公主做朋友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本公主的朋友就由本公主护着，谁要是敢欺负我三嫂，就是欺负本公主。以往每年的宫闱宴都是一些翻来覆去的歌舞表演，想必在座的各位也都已经看腻了。这次咱们就来玩一些不一样的，击鼓传花如何？鼓声停下的时候，
花落在谁的面前，谁就来一段拿手的才艺表演。表现好的前3名，本宫还会有额外的赏赐。叶王妃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坐下来，跟他们一起玩玩吧。你虽说已经嫁给了赫儿，但也能趁此机会拉近一下你和其他千金们的关系，多走动走动，交几个朋友，对你和叶王府都好。交朋友？丽妃娘娘怕是多虑了，我三嫂有本公主这个朋友就够了，何必要跟他们这群胸大无脑的人交朋友？再说了，朋友在精不在多，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挺身而出的人，那才是真朋友。本公主早就听说我三嫂被永宁侯府的人给赶了出来，全家都逼着她去帮吉儿小姐替嫁。这么看来，连亲情都能有假的，朋友又有几分是真的呢？这么无聊的宴会，我三嫂要是不想参加，完全可以不用来参加呀。她能来，本公主和母后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歌儿，这种场合不得无礼，还不快找位置坐下？你三皇嫂是客人，是丽妃妹妹特意邀请来参加宫闱宴的，这么多人都在这里，怎么能因为你一个人搞特殊？你要是再胡闹，就回去给本宫关禁闭，什么时候认识到错误了再出来。臣妾想在这里帮九公主求个情，请皇上和皇后娘娘息怒，莫要因为臣妾的事情去处罚她。既然叶王妃都这么说了，那本宫和皇上也不好服了你的意。那歌儿，本宫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处罚她了。叶王妃快上前落座吧。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开始吧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臣女受三哥哥的影响，最近迷恋上了作诗。臣女在这里恳请皇上和皇后娘娘准许臣女挑选一人，跟臣女对诗。准了。不知姐姐可否跟妹妹比试一番？姐姐在艺术大赛上夺得了头宠，这等本事着实让妹妹羡慕。好啊，不过比试没有彩头怎么行？若是我赢了，我就教妹妹练舞；若是我输了，我就自罚3杯杏林春，怎么样？梅花数点天下皆春，还请姐姐对下半句。冰消北岸，鸟语花香。妹妹这还有一句关于梅花的诗，姐姐可愿意再跟妹妹对一句？好啊，那等会儿我教你练2丝舞。雪里红梅，雪映红梅，梅映雪。风中绿竹，风翻绿竹，竹翻风。不知我这2句对得如何？在座的各位认为赢了还是输了？当然是赢了。本公主虽然才疏学浅，但也知道简儿小姐刚刚做的那并不是诗，而是关于梅花的对子。可是三嫂依旧对答如流，这不是赢的是什么？既然你也说了是几二小姐说的是梅花，可叶王妃对的这2句根本就不是关于梅花的对子，她都已经偏题了，这怎么能是算她赢呢？十公主此言差矣。姬二小姐说了让叶王妃跟自己对诗，可她自己做的就不是诗，出题人都偏了题，答题的人又怎么可能正确呢？更别提站在对子的角度来看，叶王妃的答案并没有任何问题。真哥哥，这分明就是几二小姐赢了，你怎么为叶王妃说话呢？还请十公主谨言慎行，本世子可不是你的哥哥，你的哥哥们都在这里坐着呢。歌儿和雪儿意见不统一，这件事叶王妃你怎么看？回禀皇上，臣妾倒是有一个解决方案，各位听听看。2位公主意见不统一，是因为臣妾接的对子跟梅花无关。既然如此，那臣妾愿意现场再做一首关于梅花的诗词，供在座的各位品鉴。皇上觉得如何？皇上，臣妾觉得叶王妃这个提议甚好，不如就依她所言，让她当着大家的面再做一首关于梅花的诗吧。那就依皇后所言吧，叶王妃在半炷香之内做出来，那就算你通过了。多谢皇上皇后娘娘。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隔笔费屏章。梅须逊雪3分白，雪却输梅1段香。父皇，我三嫂把诗做出来了，那现在是不是就说明她赢过吉儿小姐了？
叶王妃做的诗十分不错，这轮呢，就算你赢过纪二小姐了吧。纪晶晶，你准备好让我教你比武了吗？他一把抓起纪晶晶的胳膊，肩胛用力，一个完美的过肩摔。你说好的教我练武，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你怕是傻了吧？我这难道不是在教你练武吗？像你这种人就应该多练练，把皮练厚一点，这样我以后打起来你才能扛得住。他反应过来就要跑，砰的一声，又是一个完美的过肩摔。跑什么呀？刚刚我可是说过了，要教你练2次武的，不练完你怎么能走呢？不好意思，我和纪二小姐练武，让大家久等了。我在这里跟大家赔个不是，就自罚一杯杏林春吧。晶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叶王妃打你了？姐姐说教习臣女习武，可我没想到是武功的武。她上来二话不说就扛起我，把我摔倒在了地上。臣女好不容易爬起来，刚要准备离开，她又拉着臣女的胳膊把我又摔了一次。臣女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姐姐，让她在这种场合如此羞辱我。臣女这副模样让大家见笑了。叶王妃，纪二小姐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呢？三嫂这只不过是在跟纪二小姐小打小闹罢了，你们一个个都嚷嚷什么？难道你们平时在家不会跟自家妯娌兄弟玩闹上几句吗？一点小事就被你们上升成人品问题，是不是谁会哭谁就有理啊？更别说这赌约是纪二小姐亲口答应的，在座的各位包括父皇母后全部都是听见的。你们这些人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本公主撕烂你们的嘴。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叶王妃在这种场合公然殴打臣的妹妹，请皇上、皇后娘娘为臣的妹妹做主。父皇，儿臣也觉得叶王妃此举实在太过分了。她这么做不仅没把皇室放在眼里，更没把永宁侯府放在眼里。儿臣认为应该让她给纪二小姐道歉。太子此言差矣呀！纪二小姐是纪世子的妹妹，那叶王妃不就是她的妹妹了吗？好了，这毕竟是永宁侯府的家务事，你们几个这么吵来吵去，成何体统？还不快安排人带纪二小姐下去换衣服，再请个太医来给她好好瞧瞧。父王母后，女儿表演的才艺一个人完不成，我也想找一个人来配合我。哦，千雪想找谁啊？我想给大家带来一曲惊鸿舞，但缺少一个伴奏之人。听闻谢世子琴技高超，不知可否帮雪儿伴奏啊？好兄弟，救救我！我不想给你这怪胎妹妹伴奏啊！我也救不了你，你自求多福吧。伴奏？这本王妃熟啊，不如就让我来帮史妹妹伴奏吧。本公主要找的是谢世子，你个乡下来的会弹什么琴？还不快给本公主让开！本世子前段时间爬鸟窝把胳膊摔伤了，手如今还使不上力气，怕是今日无法帮石公主伴奏了，不如就让叶王妃来帮你伴奏吧。我是不会弹琴，但是我会伴奏啊，又不是只有弹琴才能帮你伴奏，没有乐器也一样可以。要知道，我的伴奏可是全京城独一无二的，保证让石妹妹你秀翻全场。雪儿，既然你三皇嫂有这个意愿，你怎么能不满足她呢？想必皇上和皇后娘娘也想看看你三皇嫂的能力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，快下去换衣服准备吧。洛千雪这边出不了错，那丢脸的人就只有纪云堂了。你不是要为本公主伴奏吗？怎么还不去准备？我的这个伴奏和别人不一样，我用嘴就可以了。啊？用嘴？就是唱，我唱你跳，你要跟上我的节奏，即兴发挥才能展现出石妹妹你优越的舞蹈水平，让人大开眼界，不是吗？那行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开始吧。是桥畔某处人家，春风绕过发梢红纱，刺绣赠她。轻快悠扬的曲调似流水潺潺一般婉转动听，人们的思绪都好似被他的歌声带动身临其境。
可慢慢的，洛千雪的动作就跟不上纪元堂的曲调了，开始手忙脚乱了起来。突然，洛千雪一个失误，左脚踩右脚摔倒在地。纪元堂的歌声也在此刻结束。叶王妃唱的歌实在是太好听了，臣女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曲调和作词。哼，我就说我三嫂厉害吧，你们还不信？现在知道她的本事了吧？某人还看不起我三嫂，认为我三嫂不配给她伴奏，也不知道她现在到底是摔得疼还是脸疼。纪元堂，你给本公主等着！今日我受的屈辱，来日必定让你加倍奉还。刚刚多谢叶王妃出手帮本世子解围，你的这份人情，本世子记住了，改日有机会必定偿还。荣国公府的谢世子是吧？听说你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，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只会混吃等死，还是京城第一纨绔。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三嫂怎么可能帮你这种人解围呢？她明明是在帮本公主出气。你这种街边的小混混，以后最好离我三嫂远点儿，别带坏了我这么好的三嫂。九公主，你见过外面有哪个小混混有本世子这样英俊无双的外貌，风流倜傥的笑容，优雅金贵的气质的？要是有，那本世子就去给他当仆人，你能找到给我瞧瞧吗？你要找自己去找，本公主可没闲工夫帮你找。有这时间，本公主更愿意跟我的亲亲三嫂待在一起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都能吸引洛千雪这样的货色，那你自己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。金哥，看人不能看表面，我觉得谢世子他人挺好的，你不能以别人口中的标准来判定一个人的好坏，凡事要自己用心去看，才能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好是坏。三嫂，他吊儿郎当的，哪里像个好人了？你没听见他刚刚还说自己爬树掏鸟窝，把胳膊摔伤了吗？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做这么幼稚的事情，本公主看他就是心智不成熟，还把自己当小孩子。金哥，谢世子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以后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还是因为你对他有很深的偏见，导致你给他整个人都蒙上了一层不学无术的滤镜。不是三嫂说你啊，我发现你们两个性格还蛮相似的，都有一副舌战群儒的好口才。要是有时间的话，你们两个多接触接触，说不定你就把他身上的那层滤镜洗没了。哼，谁要跟他多接触？本公主还怕他把我也带着去掏鸟窝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以后见面要和和气气的才行。雪嬷嬷，王妃不在，你要是找她的话，改日再来。现在没有王妃的允许，我不能放你进去。陈虎兄弟，你先别激动，我今天真的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之前的事情确实多有得罪，我和琳琅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如今有叶王妃管理着整个叶王府，老奴身上的担子也会轻一些。以后啊，我们母女两人就只想和叶王妃和平相处，跟府里的下人们友好共事。你说是吗，琳琅？是，我娘亲说的对，我们母女两人这2天已经想明白了，我们只是府里的奴婢，以后还得仰仗王爷王妃生活，不想再争什么管家权了。我们只想本本分分的在叶王府待着。之前是我态度不好，得罪了你，还请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陈虎兄弟啊，这500两银子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就当是之前没发给你工钱的补偿了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收下吧。他话音刚落，手上的银票就被陈虎一把夺了过去。陈虎兄弟啊，既然你收了银子，那是不是就原谅我们了？陈虎，那是我的银票，你快把银票还给我。看来许嬷嬷和你女儿也不是诚心来给我们道歉的呀！啊，琳琅，你给我回来，那银票你碰不得。银票上被他抹了一种叫七星草的毒药，中了毒的人会昏迷不醒。陈虎身体微晃了一下，拿着银票的手微微颤抖。许嬷嬷脸色狰狞地看着陈虎，哼，我就知道他身体壮，不容易晕，所以那张银票上我可是抹了1瓶七星草，就不信毒不倒这个蠢货。走，琳琅，咱们带人去搬金子。你们想要干什么？这是我们家王妃的东西，你们不能动。
哪里来的贱民？还真把锦云堂那个贱人当你主子了。他这次去宫闱宴，丽妃娘娘和十公主免不了要对付他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几二小姐和她的那些哥哥们，怕是都对锦云堂恨之入骨。他这次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一定呢。今天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让你们进去动王妃的任何东西。就凭你，还想拦住我们这么多人？哼！贱人，都是贱人！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本小姐就成全你。林老，住手，别打了，咱们干正事要紧。啊！你居然没死！你都没死，本王妃怎么舍得死？锦云堂，你个恶毒的贱人，你快放开我的女儿！你要是敢杀了她，我就跟你拼命！我自然是不会让柳琳琅这么痛快的死了。刚刚你们是怎么对陈虎和月娘的？如今本王妃怎么对你们？我要让你们也尝尝被大吐血的滋味。柳琳琅，敢动我的人，你找死！他从空间里拿出5、6种毒药，通通灌进了柳琳琅的嘴里。喜欢给人下毒是吗？本王妃这就让你吃个够！不要，我的琳琅！许嬷嬷冲了过来，还没看清楚她手里拿的是什么，就被锦云堂一电棍砸在了脑门上。王妃能饶命啊！都是许嬷嬷指使奴才们这么做的呀！奴才们要是不照做，她就要把我们卖去南风馆当小碗，奴才们也是身不由己啊！王妃，不好了，月娘嘴里的血根本止不住，这可怎么办？口中吐血不止，若是他没有猜错的话，月娘这应该是内出血的表现。先将她扶回房间，我要给她做手术。许嬷嬷和柳琳琅一时半会儿醒不来，你等会儿让人把他们2个关进柴房，不许给他们请大夫，也不许给他们吃的和水喝。等本王妃出来后再处理。至于王爷那边，你去跟他说一下情况，就说月娘受了重伤，我再帮她医治，估计得3、4个时辰才能好，让她不要担心，好好吃饭，等我晚点再去看她。还有小七月和陈虎，在本王妃还没有出来之前，你就辛苦一点，将他们都照看一下。阿鹤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在等你。阿唐，过来，让本王抱一下。阿唐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。阿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太纵容他们了，才让府里这群人这么气。这事不怪你，你也是受害者。许嬷嬷对你有救命之恩，我知道。你愿意照顾他们母女，将王府交给他们打理，我也理解。你是一个有情有义、知恩图报的好人，你很善良。只能怪他们母女2个野心不足，蛇吞象。这些年，他们贪污了王府上万两的银子，恶意篡改了王府的账本，操纵着王府的一切。可就算这样，许嬷嬷和柳琳琅仍然不知足。阿鹤，有件事情你怕是不知道，皇后娘娘和9公主每个月都会派人给你送来一些补品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送了30个月有余了。他们送来的东西全部都被许嬷嬷私吞倒卖了，其中赚了多少钱我并不得知，但是想想也知道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这还不算你的月俸和其他的收入。阿鹤，这件事情我会彻查，若是查清楚了，我也不会放过许嬷嬷母女2人，他们做的恶必须让他们吞下这个果，否则难解我心中之气。阿唐，你的意思我都明白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这件事情查清楚，许嬷嬷母女也不必再留，你开始报官也好，私自惩处也好，皆由你自己决定，我不会再插手此事。锦元堂对这个回答很满意，他之前就是怕自己杀了许嬷嬷会让骆君鹤伤心。阿唐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回去休息吧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不用那么早起，本王会心疼。好，那我回去睡觉，阿鹤也一起睡，咱们梦里见。王妃，你醒了，早饭在锅里热着，奴婢去给你拿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你好好带七月，这几天月娘要卧床静养，怕是不能照顾她，小七月就拜托你了。王妃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这本就是奴婢应该做的事情，哪有什么拜托不拜托？
只有自己带一次孩子，才知道为人母的不容易。月娘在咱们王府受了伤，奴婢帮她也是应当的。更别提小七月也很乖很听话，奴婢很乐意照顾她。王爷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奴婢给王爷准备了小米粥、水蒸蛋和牛奶，他都吃完了。他还嘱咐奴婢不要吵到王妃，让你多睡一会儿。对了，王妃，奴婢有事要告诉你。今天早上看守柴房的家丁来说，柳连郎他死了。许嬷嬷昨晚上哭了一夜，又是打门又是捶墙的，但碍于王妃你的吩咐，没有一个人敢给他开门的。死了就死了吧，找个草席包起来，让人埋了就是。许嬷嬷呢？3日之期已到，快点让他出来还钱，否则本掌柜就要将叶王殿下告到府衙了。让府衙大人评评理，欠银子不还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？我看谁敢！崔掌柜，许嬷嬷欠你们钱庄多少银子？可有欠条？嘿嘿嘿，当然有。回叶王妃的话，1年前许嬷嬷以叶王殿下的名义来我们金城钱庄借了15000两银子，还款期限是1年。小人心想有叶王府做担保，就将这笔银子借给他了。哪知现在时间已经超了1年，许嬷嬷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拖着，1分都没有给我们还。这如今本金加利息已经19862两了。小人就是想问问，这笔钱叶王殿下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们金城钱庄归还呢？崔掌柜，本王妃理解你的难处，但是许嬷嬷跟金城钱庄借了15000两银子这件事情，本王妃和叶王殿下都一概不知。还请你再给本王妃1天的时间，让我查清楚这件事情，到时候本王妃一定会给贵钱庄一个交代。那好，那小人就再给王妃娘娘1天的时间，还请王妃娘娘仔细盘问许嬷嬷，务必让她快点把钱给我们钱庄还上。那是自然，把门给本王妃打开。小贱人，你赔我女儿的命来！说，京城钱庄的15000两银子，是不是你以叶王殿下的名义借的？你拿这笔钱去干什么了？是我以王爷的名义借的又如何？你想要知道，我偏不告诉你。有本事你就自己去查呀！你以为本王妃查不到吗？叶王爷将你视为救命恩人，待你不薄。你扪心自问，这些年他到底有没有亏待过你们母女俩1分？他在病床上瘫痪了3年，叶王府直接成了你们母女2人的天下。就这，你们2个仍然不满足？皇后娘娘这3年来，每个月给阿赫送来的补品和药材呢？你卖了多少两银子？还有阿赫每个月的补贴和月俸，他亲王的月俸1个月2000两银子，加上补贴一共是3000两，可是叶王府的账上却只有500两不到。本王妃就问问你，这些钱都去哪里了？叶王爷，老奴要见叶王爷。你还想见王爷？你觉得王爷还会心软吗？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你要是安安分分在叶王府里做事，王爷自然会遵守承诺，帮你颐养天年，也会给你的女儿找一个好人家嫁了。可是你呢？你在王府都做了些什么？在本王妃没来之前，王爷睡的是屎尿混合的床，穿的污脏破旧的衣服，吃的是下人都不吃的残羹冷饭。你自己不照顾也就算了，你也不安排别人照顾他，这就是你管家的态度。你骗骗洛思连那个缺根筋的也就算了，想糊弄本王妃，先看看你有几条命。你杀了我吧，求求你杀了我吧，老奴愧对王爷，愧对叶王府。锦元堂看许嬷嬷放松了警惕，直接将一枚黑色的药丸塞进了她的嘴里。想死？没那么容易。锦元堂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吊坠，放在了他的眼前，慢慢的晃动了起来。说，你把京城钱庄借来的15000两银子，还有王爷的月俸，以及倒卖了药材的银子，都用在了哪里？借的钱和卖药材的钱，老奴拿去京城的百里巷买了一座大宅子，打算等王爷死后又带着琳琅搬出去住，然后再给他找一个有钱的夫君嫁了。
王爷的月俸呢？你又花到了哪里？老奴2年前在白虎街上买了一个快倒闭的商铺，用王爷的月俸开了一个杂货铺，名叫匠心铺。不过这2年一直在亏钱，想要倒卖也卖不出去。除了宅子和匠心铺，你还用叶王爷的钱在外面干了什么？没有了，老奴私底下就这2个产业。18年前在宫里，你是怎么救的叶王殿下？我的头好痛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看好他，每天给他送1顿饭就行，别让他饿死了。亏本王这么信任他，还答应给他养老送终，没想到他居然背着本王搞了这么多的小动作。本王这些年真是养了一只喂不熟的白眼狼。阿鹤，你先消消气，我还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阿唐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是关许嬷嬷救你这件事情。我之前听你说，在你4岁时落水之前，许嬷嬷都是在宫里任职的。确有此事，本王清楚地记得，那是18年前的一个冬天。那一年下了很大的雪，天气异常寒冷。我那日上完课，被夫子留在学堂里温习功课。可母妃身边的孙嬷嬷却突然过来传话，说母妃在后花园里等本王，让本王过去一趟。本王也没多想，就跟她去了。那天下了很厚的积雪，后花园里根本就没有人。我跟着孙嬷嬷到了后花园的时候，四处都没有看见母妃。刚好那个时候，有宫女过来说未央宫失窃了，母妃丢了一个很重要的手镯。孙嬷嬷二话不说，就把本王丢在了后花园，自己走了。然后呢？孙嬷嬷走了，母妃也没在那儿，本王自然也不愿意在后花园傻等着。当时我就想着夫子安排的功课没做完，打算回去接着做，晚点再去未央宫找母妃给她说明原因。可当我走到龙池旁边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脚底一阵打滑，然后整个人就不受控制地栽到了龙池里面。冬天的水冰冷刺骨，一掉下去就感觉坠入了整个深潭，身体不停地往下坠。本王拼命地扑腾着，想往上游却使不上劲，想呼救却根本张不开嘴。就在本王感觉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突然水中扑通一声巨响，本王就看见一个身穿嬷嬷衣服的模糊人影朝本王游了过来，然后本王就晕了过去。等本王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2天之后了，人也已经回到了寝宫里。听伺候本王的宫人说，当时是许嬷嬷将本王从后花园抱回来的。阿鹤，那你怎么就能确定当时救你的人就是许嬷嬷呢？本王依稀记得，当时在水下的时候，出于求生的本能，本王就一直想要抓一个救命稻草。当时那个嬷嬷游到我身边的时候，本王无意间从她的腰间抓到了一个香囊。醒来的时候，那个香囊就紧紧地抓在我的手里。伺候我的暗妻还说，当时许嬷嬷把本王送回来的时候，我浑身都已经湿透了，人还发起了高烧。他们想给本王换衣服，任凭怎么掰本王的手，本王都紧紧攥着那个香囊，不曾松开。等本王的身体好了点之后，我也派人找了许嬷嬷来问话，她亲口承认是自己跳水里救了本王。本王也旁敲侧击地问许嬷嬷有没有丢失一枚香囊，她也一口承认了，说救我的那天的确丢了一个很重要的香囊，是太后娘娘赏赐的。阿鹤，那个香囊你还能记得长什么样子吗？阿唐，我记得那个香囊我也带到了叶王府，就在惊鸿院书架后面的暗格里，你去一看便知。三嫂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一个时辰不见如隔一个时辰。我们虽然今天刚见过，但是我可想你了。当然啦，我也想亲哥了。亲哥，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想让你帮忙。三嫂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跟我来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没有本公主的吩咐，谁都不许进来。亲哥，这个香囊你可认识？三嫂，我也不认识，但是看这做工和料子，应该是出自于宫里。要不我找人帮你查一下吧。
那就再好不过了。秦哥，这个香囊距今为止已经有18年了，你帮我查一下，它是宫里哪位嬷嬷的便可？这事儿好说，三嫂，你就放心的包在我身上吧，我一定把她的所有信息都给你查出来。草民见过叶王妃娘娘，草民今日前来是来向叶王妃娘娘请罪的。今日是草民的错，草民不该带着人来叶王府要债，草民失礼了，冒犯了王妃娘娘，还请王妃娘娘责罚。崔掌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事你先起来说话。就让他们跪着，胆敢冒犯我们柴家的恩人，柴某没有让他们卷铺盖走人，就是便宜他了。今日叶王妃若是不原谅你，你就不许起来。等什么时候叶王妃心里的气儿消了，你再起来。草民柴如风参见叶王妃娘娘。叶王妃娘娘可能不认识草民，之前在医术大赛上的时候，是您救了我的小儿子柴明浩。他回去吃了您开的药之后，情绪已经比之前稳定了不少。我夫人也按照你的话，把那些书籍课本全都收了起来。现在浩儿虽然还是不爱说话，但已经不会动不动就哭着寻死了。叶王妃娘娘，您救了浩哥，就是我们柴家的恩人。草民之前并不知道，崔琦他竟敢带着人来叶王府门口要债。要是知道的话，说什么草民也不会让他来的。他解释完，纪元堂才算是明白了。感情许嬷嬷借钱的钱庄，竟然是医术大赛上自闭症少爷柴明浩家的产业。柴员外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能帮到贵府的小少爷，也是本王妃的荣幸。等再过个3-5天，本王妃会去贵府给小少爷做心理疏导。那草民就先谢过叶王妃娘娘了。王妃娘娘，草民是个商人，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。草民听崔掌柜说，去年王府的许嬷嬷以叶王殿下的名义来钱庄借了15000两银子，想必这件事情叶王殿下也是不知情的。叶王殿下是我们东城国百姓心目中的战神，他的身体在下可能帮不了什么，这笔银子王妃你就不用还了，就当是草民感谢叶王妃出手医治了我的儿子，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还望王妃莫要推辞。柴员外且慢，许嬷嬷欠债这件事情，本王妃和叶王爷的确是不知情，但这欠条上写的却是我夫君的名字，若是就这么撕毁了，本王妃担心有人会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。不如这样吧，这欠条上的银子和利息就当是本王妃给小公子看诊的诊金了，等我把他治好之后，这笔欠款就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到那个时候，柴员外再撕掉这张欠条也不迟。草民都听叶王妃娘娘的。敢问这位老先生是江心铺的王管事吗？正是草民。不知这位小姐你想要买点啥呀？咱们这杂货铺里面啥都有，草民可以帮你。我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我是叶王妃。今日本王妃来这里，就是想给王管事说一声，许嬷嬷私自挪用王府的银子买宅子开铺子，如今她大势已去，再无翻身的可能，这个铺子以后就归本王妃所有了。草民不知叶王妃驾到，还请王妃恕罪。不知王妃可否让草民再见许嬷嬷一面？你见她干什么？回王妃娘娘的话，许嬷嬷还欠草民10个月的工钱没发，草民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，都等着草民拿钱回去吃饭呢。我想把拖欠的工钱从他那儿要回来。他不给你发工钱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经营铺子？王妃娘娘有所不知啊，之前招工的时候，这位许嬷嬷亲口承诺1个月的工钱8两银子，我们也签了用工合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工钱发的确实及时，可这慢慢的就不像话了。草民一开口问他要工钱，他就各种借口推脱，说让我再等等，银子等过段时间他总会给我发的。草民也是信了他的话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这位东家来匠心铺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很长时间我都见不到他的人影。最近1个月他更是杳无音信，连个话都没让人给我带。草民走也走不了，就只能每天守着这个萧条的铺子。王管事，
匠心铺的收益怎么样？匠心铺的收益一直不好，这里面的东西都卖得很贵。草民之前也一次一次地劝东家，让他把价钱调低一些，薄利多销才是做生意的长久之计啊。可是他根本就不听，偏偏认为价格高了才会赚得多，只要卖1件出去，就能赚别家5件的银子，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，总有人愿意当冤大头来买。王管事，本王妃要你把匠心铺所有商品的价钱全部调低到市场价的70%，通过大促销或者买1送1的方式，将里面的货物全部清空。东西卖完之后，你10个月的工钱本王妃会给你补上，你和许嬷嬷的合约也到此作废，你觉得如何？草民多谢叶王妃娘娘，您真是个大好人呐。锦元堂打算将这里的货物清空，然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妆护肤店。回府的路上，他慢悠悠地走着，心里却在思考着要怎么改造一下自己的美妆护肤店。突然耳边一阵嘈杂的声音响起，吸引了锦元堂的注意。朱老板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真的没有偷布行的银子啊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你是咱们布行账房的先生，每日的账算都是你在清点的，要不是你拿的，那丢的20两银子还能自己长腿飞了吗？王生，本老爷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你偷的那20两银子交出来，否则就别怪我不讲主仆的情面，拉你去报官了。王生，那不是我上次在医术大赛上帮过的少年吗？怎么会是他？都给本王妃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动手打人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是谁？我教训自家铺子里的下人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说王生偷了你的银子，那你可有证据？证据？今天我们账上少了20两银子，那就是铁证。每日的账算清点都经由他手，除了他，也没有人能接触到这些钱。再说了，都有人亲眼看见王生偷偷摸摸的将20两银票塞进了自己的腰包里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不是我没有偷银子，我是被人冤枉的。布行每天会留50两银子的备用金，中午和晚上各清点1次存银。今天收的所有银子，我全都记在账上了。王生，还说不是你偷的？我当初看你这小乞丐孤身一人，流落街头可怜呐，我才好心收留你，让你在布行谋一份差事。没想到你竟是这种人，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朱老板嘴这么臭，今天刷牙了吗？再者，你和王生只是雇佣关系，不管他之前是什么身份，你都没有资格诋毁他。你收留他，他给你做事，本来就是平等雇佣的关系，不存在谁对不起谁。本王妃刚刚听你说，有人看见王生偷到了布行20两银子，那就把那个人叫出来一问便知。不知朱老板敢吗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们死得明白一点，免得说本老爷故意冤枉王生。不知舅舅叫我来所为何事啊？敏儿，你来告诉他们，王生今日到底有没有偷那20两银子？舅舅，我今日亲眼所见，王生从装钱的抽屉里偷偷摸摸拿走了20两银子，这事儿我可不敢说谎啊！朱敏，你休得胡言，我根本就没有偷布行的银子。你的证据就是仅凭你一张嘴啊，就可以胡编乱造了吗？这样吧，我这里有一枚药丸，可以测试你到底有没有说谎。你要是没说谎，我就给你赔5倍的银子；你要是说谎了，那你就跪在地上自打30巴掌，给王生磕头道歉，直到他原谅你为止。你敢尝试吗？这有何不敢？哼，那咱们说好了啊，要是我没有说谎，那王生今天就得从我舅舅的布行里卷铺盖滚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他从锦元堂的手里拿来了药丸，一口就吞了下去。哎呀，朱顺，我的好舅舅啊，你肥头大耳，长得真寒碜啊，跟那地里的癞蛤蟆一样。你知道吗？我每天看着你那张包子一样的圆脸啊，就犯恶心。你每天还对着我笑，逼着我去读书学账算。你不知道我最讨厌读书了吗？啊！
每天光是看着你那一口黄牙，我连饭都吃不下去，却还要伪装成听话乖巧的样子讨好你。这还不是因为你家产丰厚，手里有钱？要不是你待我好，还给我银子花，我早就不愿意留在这儿了。谁愿意每天被你管着？还不是因为本少爷看上了你的钱？哼！王生，你这个蠢货，每天兢兢业业给朱顺卖命有什么用啊？他每个月给你那2两银子，够你买一身衣裳，吃一顿大餐吗？别以为你脸好了就了不起了，每天那么多姑娘围着你打转，本少爷让你给我从账上偷偷取点银子，你都不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丢了这份活计。我舅舅最恨偷盗的人，你怕是还不知道吧？那20两银子是本少爷拿的，得罪了本少爷，我就是要让你身败名裂，最好让我舅舅把你打死。朱冕，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舅舅，你为什么打我？30个耳光，是你自己打呢，还是我让王生帮你？我自己来。草民多谢叶王妃娘娘的救命之恩，若是王妃娘娘不嫌弃的话，草民愿意誓死效忠于王妃娘娘，给您当牛做马来报答您。王生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本王妃的身边不留无用之人和叛徒。你要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，或者有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，本王妃的手段会比今天你遇到的更加残忍，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可要想好再回答。叶王妃娘娘，草民想好了，草民想要跟着你。草民王生对天发誓，绝无二心。如果哪天我做了什么愧对王妃的错事，草民的这条命就任由王妃处置。那好，你等会儿收拾好东西，就跟我回叶王府吧。是。三皇兄，我是青哥，我和谢世子一起来看你了。你的身体好点了吗？九皇妹不必担心，本王的身体已经好多了。今日你和谢世子能一起来看本王，本王心里甚悦。只是本王却无法起来招待你们，让你们2人见笑了。阿唐一个人操持着偌大的叶王府很辛苦，还要抽出时间来照顾本王。若是他有任何招待不周之处，还望九皇妹和谢世子不要介意。叶王殿下可别这么说，叶王妃待人接物进退有度，对本世子和九公主都很好，没有任何不周之处。倒是我们2个今日来给叶王妃添了不少麻烦，她不仅要教我们这么多人学习音律，还要亲自下厨做饭给我们吃，本世子和九公主真是心中有愧。三皇兄，你一定要好好休养，早点好起来。咱们东陈国的百姓们都还要靠你上战场杀敌，守卫江山呢。你不在朝堂的这些日子，都没有人能为父皇分忧了。我其他几个皇兄们一心只想争皇位，眼中哪还有江山社稷和百姓存亡？他们……我说九公主，哪怕你是公主，你是父皇母后的金枝玉叶，这种敏感的话题也不是可以乱说的。你就算是不为你自己考虑，也要为你的母后和你的3岁的弟弟考虑。历年皇子夺嫡必将血流成河，伏尸万里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怕什么？这里又没有外人，不是本公主看不起我那几位哥哥，若是有三皇兄在，哪里还有他们嚣张的份儿？秦哥，谢世子说的对，皇子夺嫡之事非同小可，这种事情你在本王和你三嫂面前说说也就行了，出去后可千万不能跟外人说，尤其是当着太子和齐王的面儿。在宫里面，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，哪怕你的本意并非如此，可若是被有心人听了去，怕是会连累到太傅府以及皇后娘。三皇兄，我知道的，我心里都明白，我只是想到他们那些坏人都还好好的活着，而你却……我心里很难过罢了。你们不必为我难过，福祸相依，人各有命。本王瘫在床上3年，也不是没有得到任何好处。三皇兄，你得到了什么好处？九公主，你用你聪明的脑瓜好好想想，你三嫂是怎么嫁过来的？她又是如何成为叶王妃的？本公主明白了，没想到你人还挺聪明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本世子是谁，京城第一纨绔的名头是谁都配拥有的吗？你以后可得跟本世子多学着点。饭做好了，秦哥、谢世子，该出来洗手吃饭了。三皇兄，三嫂叫我们了，那我们2个就先出去了，等会儿再来看你。
他说完也不等谢留贞作何反应，直接拉着他就出去了。他这算是被洛清歌给占便宜了吗？没有人知道，谢留贞小时候就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非常厌恶跟女子肢体接触，哪怕是他的母亲都不行。若非要说有什么症状，那就是只要他跟女子一接触，他就会想吐。他心里不仅不反感他的接触，并且也没有任何想要呕吐的反应。九公主，本世子的手很好摸吗？你还要拉本世子到何时？如果本公主说我把你当成铃兰了，你信吗？如果叶王妃信，那本世子就信。本王妃觉得吧，清歌会拉错人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男子的手和女子的手还是不一样的，你们讲究一个男女授受不亲，清歌既然牵了谢世子的手，那你就该……三嫂，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他负责吧？负责倒是谈不上，主要是这事儿说大也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你们两个都未婚嫁，对你们的名声会有一些影响，但是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。三嫂，什么办法？只要谢世子不追究这件事，能够替你保密，或者你们两人都不计较，那自然就没有影响了。谢世子，刚刚的事情是本公主不对，本公主没有看清楚，出于习惯就拉了你的手，要是冒犯了你，还希望你可以保密，不要将此事声张出去。哦，九公主道歉就只是口头说说，不拿出点实质性的诚意来吗？这件事本世子可是正儿八经的受害者，要是外面那些红颜知己知道了，指不定会怎么编排我呢。那你想要怎样？不如九公主当本世子一天的跟班如何？伺候本世子一天，我就将这件事保密。好，本公主答应你，明日做你一天的跟班。三嫂，你让我调查的锦囊的事情已经有线索了。清歌，你跟我来详细说说。三嫂，自从你那天进宫来找我说了这件事后，我就立马去问了母后。母后看见后的第一眼就十分确定那个锦囊出自于凤仪宫。宫里刺绣的地方叫做真宫局，每年里面的绣娘都会给后宫各个宫殿的嫔妃们定制宫装和成衣。嫔妃们身边们的大宫女和嬷嬷们，稍微得其看重的一些人也能得到一些特制的衣物，包括这香囊也不例外。母后在得知这件事情是三嫂你要查之后，她立马将自己的宫殿嬷嬷和宫女们都叫了过来，挨个盘问。最后你猜怎么着？清歌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这个香囊是母后身边的奶娘沈嬷嬷的。沈嬷嬷？清歌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沈嬷嬷是母后身边最信任的人，也是她的奶娘，我也一直把沈嬷嬷当成亲人一样看待。不瞒三嫂说，沈嬷嬷早就患有失眠心悸之症，每晚睡不着觉，要么就是睡2-3个时辰就醒了。母后心疼她，就让太医给她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的药。沈嬷嬷每样拿出来一些，装进了香囊里面，整日随身携带在身上。丢失香囊的那天，沈嬷嬷本是要去医药房给母后拿药的，她路过后花园的时候，听见龙池里面有孩子在呼救。那天的雪实在太大了，后花园根本就没有路过的工人，她怕落水的孩子撑不住，就自己跳进了龙池里，将人给救了出来。救出来后才发现，落水的人竟然是三皇兄。那时三皇兄已经昏迷了过去，沈嬷嬷急得不行，本来想送三皇兄回去，可又担心母后的药没人拿，脱不开身。恰好那个时候太后身边的许嬷嬷走了过来，得知原因之后，许嬷嬷张口就说她腿脚快，她来送三皇兄回去，让沈嬷嬷回去换身衣服去给母后拿药。沈嬷嬷当时感激的不行，她也就没多想，就将三皇兄给她了。临走前还给许嬷嬷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三皇兄落水后昏迷了，恐有性命之忧，得赶紧请太医。许嬷嬷也是连连答应。所幸三皇兄没有大碍，第二天母后和沈嬷嬷也亲自过去慰问过他。只是三皇兄那个时候因落水时间太长，发起了高烧，母后和沈嬷嬷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醒来。当时看丽妃娘娘也在旁边照顾着三皇兄，母后放心了不少，带着沈嬷嬷就回去了。三嫂，
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。我们都被许嬷嬷给骗了。三嫂，这个许嬷嬷太坏了，她怎么能利用三皇兄的善良来做这种事呢？要是三皇兄知道救他的不是许嬷嬷，而是沈嬷嬷，许嬷嬷这18年来一直在骗他，他该有多伤心呢？青哥放心，你三皇兄他没有那么脆弱，他连最可怕的生死都经历了，区区许嬷嬷的事情又哪能让他费心啊？三嫂说的是，我三皇兄他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，又怎么可能为了一个贱奴的事情自取烦恼？这种人不能脏了三嫂的手，我这就去派人把他给杀了。青哥，许嬷嬷的事情我自有安排，一刀了结了他，未免太便宜他了，我得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行。阿唐，九公主和谢世子已经走了吗？走了，我刚把青哥送走。阿贺，青哥走了，你好像很开心。九皇妹是皇后娘娘的心尖宠，我只是怕她在叶王府待的时间太久，皇后娘娘担心她。对了，阿贺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阿贺，锦囊的事情我已经让青哥帮忙查清楚了，你手里的那个锦囊根本不是许嬷嬷的，而是皇后娘娘身边的沈嬷嬷的贴身锦囊。阿唐，你是说当年跳水里救我的人根本不是许嬷嬷，而是沈嬷嬷？阿唐，许嬷嬷心思歹毒，本王留不得她了，她罪该万死。阿贺，你放心吧，我明天就把她送到官府里去。叶王妃，奴婢可是叶王殿下的救命恩人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你识相的话最好快点放了我，否则奴婢就去皇上的面前告你的状。你去啊，你有这个本事你就去，你看看皇上愿不愿意为你这个欺上瞒下的恶奴出头。陈虎、王生，带着他，我们走。二哥哥，你看姐姐牵着的那个人是不是叶王府的管事许嬷嬷？不认识，一个下人而已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二哥哥有所不知，许嬷嬷可不是叶王府一般的下人，据说她是叶王殿下的救命恩人，在叶王府的地位很高。在姐姐还没嫁进王府之前，叶王府基本上都是由她来打理的。如今许嬷嬷被姐姐用绳子绑起来在街上游行，二哥哥不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吗？哎，晶晶，你心里是有什么对付锦元堂的主意了吗？我们知道许嬷嬷是叶王殿下的救命恩人，但东城国的百姓们不知道啊，他们只会认为叶王妃处理一个下人没什么大不了，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但若是姐姐处理的这个人是叶王殿下的救命恩人呢？姐姐趁着叶王殿下养病期间，背着他欺辱他的救命恩人，把他的救命恩人当成狗一样拴着绳子在街上溜，全然不顾及众人的看法。二哥哥，你说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，甚至传到宫里，那东城国的百姓们还有皇上和皇后娘娘会怎么看叶王妃？晶晶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二哥支持你的决定，出了什么事儿有二哥帮你担着，我这次保证让锦元堂不敢欺负你。王妃，你让属下去调查的消息已经有下落了，京城里关于你和许嬷嬷的谣言的确是在你出府之后流传下来的，经过属下在茶楼和街头小巷多方打听，最后确定这是几个街头乞丐故意传播出来的，而他们之所以传播这些言论，是有人给了他们银子。让我猜猜，是纪晶晶吗？王妃真厉害啊，的确是纪二小姐派人做的，不过听说是二公子给的钱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。你去让人把这个消息放出去，就说是纪晶晶嫉妒本王妃，明明知道许嬷嬷在叶王府作恶多端，不是叶王爷的救命恩人，还故意编造谣言，意图破坏本王妃的名声，与恶人为伍，弃正义于不顾，让战神王爷心寒。让人传纪云堂谣言，败坏他名声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做的？我早就跟你说了多少遍，消停点，消停点，别去招惹纪云堂。你怎么一点都不听啊？还要往他的枪口上面撞？他这段时间把我们侯府害得还不够惨吗？啊！本官在同僚面前都抬不起头来，如今又传出你散播谣言的消息，你让本侯明天早上还怎么去上朝？爹爹息怒，我也不知道许嬷嬷不是叶王殿下的救命恩人啊，要是知道的话，女儿一定不会这么做的。你还狡辩！
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女儿？你连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，就敢让人往外面散布谣言，诬陷皇室贵族可是重罪。这件事情，皇上要是不追究还好，要是追究起来，你是要掉脑袋的。你今天就给我跪在这里反省，什么时候知错了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阿赫，你的头发又长了不少，所幸今天无事，我来帮你洗洗吧。阿唐，我可以洗头了吗？阿赫，你这么好的头发可要好好养着，只有上了年纪才知道，有这么一头茂盛的头发是多么不容易。阿唐是怕我秃头吗？本王身体好，不会的。不过我们东神皇室确实有位王爷年纪轻轻便秃头了。啊？是谁啊？我的四皇叔南萧王。南萧王？他是你父皇的什么人？同父异母的亲弟弟。当年四皇叔和我父皇都是先皇最看好的2位儿子，跟现在的太子和齐王一样，他们一个是皇后生的，另一个是贵妃生的。而四皇叔也就是前皇后生的嫡子，他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之人。相反，我的父皇是永贵妃之子，虽然也有资格，但比起四皇叔还稍逊一筹。那为什么是你父皇最后继承了皇位，而不是南萧王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容我慢慢给阿唐讲。太上皇是个生性多疑的人，他虽然看好父皇和四皇叔2人，却迟迟不愿意立他们任意一人为太子，就是想看看他们2人哪个更有野心。在太上皇看来，只有最有野心的那位王爷才有资格继承皇位。30年前，父皇和四皇叔2人为了争夺皇位，没少互相算计对方。而四皇叔之所以败给了父皇，是因为先皇后意外怀了身孕。那这不是好事吗？据说她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太上皇的。太上皇那段时间一直留宿在别的妃嫔那里，并没有去过先皇后的凤仪宫。这事儿是真是假，本王并不得而知。但是那段时间，太上皇的确很生气，把先皇后打入了冷宫，并且废除了她的皇后之位。在那之后，太上皇写了一道圣旨，直接诏封我的父皇为太子，四皇叔直接落败。他怕是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斗了这么多年，会输在这种事情上面。父皇即位之后，四皇叔自动请旨，说要退出朝堂，并且自愿交上了全部兵权，以后再也不参与任何与朝政有关的事。你四皇叔倒是个聪明的，他要是继续留在朝堂里，难免会引起你父皇的猜忌，怕是迟早会丢了性命。是啊，自从父皇登基之后，四皇叔就搬到了宫外的别院里去住，很少再进宫。这么说来，南萧王是个秃头，他怎么秃的？据说是因为前皇后的事情对他打击太大，他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饮酒，每天都喝个烂醉如泥，久而久之就秃了。最是无情帝王家，皇家果然没有真情。阿唐，皇家的确没有真情，有的只有勾心斗角。历代皇帝都生性多疑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也不让天下人负我。哪怕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在威胁到他们江山利益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掉。本王有时候就在想，为什么要让我生在皇家？要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孩子，那该多好，或许我就能平安顺遂地走完这一生了。阿赫，出身我们没法选择，但我们却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。没有人可以左右我们的人生，包括你的父皇母后也不行。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他们再欺负你的。阿唐，等本王好了，换本王来保护你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把你们这年纪15到25岁的奴隶都放出来，我们王妃要选人。哎，还请这位夫人稍等片刻，小的这就给你叫人来。哎，夫人，这是新到的一批货，你别看他们长得瘦，那干起活来可麻利了。这些人低贱的很，一天给2馒头1碗水就够了。你买回去调教一番，保证个个乖巧听话，不敢造次。会武功的，会厨艺的，
会识字的人可以站出来了。很快就有4男2女站了出来，其中2名男子会拳脚功夫，2男1女认识字，还有1名女子会做饭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奴没有名字，还请夫人赐名。男子从左到右依次叫西风、飞流、玄冰、冷艳，女子就叫红袖、春雨。多谢夫人赐名。西院地方不够了，你们几个以后就住隔壁的北院吧，负责西院的洒扫和安全。记住，本王妃买你们回来是让你们为我做事的，但凡有人动了不该有的歪心思，或者做了什么危害叶王爷和王爷府的事情，别怪本王妃不讲情面。上一个以下犯上的人，现在还在大理寺的天牢里面关着，你们只要稍微一打听就会知道，本王妃从来不是什么善良的人。你们若是好好做事，本王妃就会好好待你们。我的意思你们可都懂。王妃娘娘放心，属下几人生是叶王府的人，死是叶王府的鬼，绝对不会做出任何对您不利之事。这是5毒丹，你们要是一心向我，1年后我会把解药给你们，到时候你们要是愿意出府，我也会把卖身契给你们。相反，要是做了对不起本王妃的事，那就等着七窍流血而亡吧。玄冰、冷艳和红袖虽然害怕，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将药丸吃下了。下去做事吧。锦元堂又给了陈虎3颗同样的药丸，让他盯着西风、飞流和春雨3人吃了。你觉得本王妃心狠吗？给他们几个吃毒药？不，王妃是良善之人，只是这世上良善之人是最是容易被人欺负的。奴婢心里清楚，生在叶王府，您比任何人都要难，只有您强大的站起来了，才能撑得起我们整个王府。你这么做不仅是为了王爷的安全考虑，也是为了整个王府好。奴婢并不觉得王妃做错了什么。你这小丫头倒是越来越通透了。皇后娘娘，以后17皇子的病情我全权负责，在此期间就不要让其他太医来帮17皇子针灸了，开的药也不要给17皇子吃，以免和臣妾的药性相冲突。好，本宫记住了。奴才见过叶王妃，奴才奉丽妃娘娘之命前来邀请你去未央宫一坐。既然如此，带路吧。阿和，我打了你的亲妹妹，又欺诈了你的母妃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阿唐，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我觉得你打得甚好。我之前也是看在洛千雪是我亲妹妹的份上，处处忍让着她。可是她每一次来叶王府，不是咒骂本王怎么还没死，就是随意拿走王府的东西。我就是顾及亲情，被人欺负了没有反击，才被人害到如此境地。洛千雪和丽妃都是我的亲人，她们又是女子，我身为男子无论如何都不便对她动手。如今你来了，倒是帮我出了一口恶气。不过阿唐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，你打伤洛千雪，又杀了丽妃收买的太监，说不定他们会用阴毒的法子报复你，这个你一定要小心。没事，我不怕他们，他们上门找一次麻烦，我就再打他们一次，只要他们扛揍。洛君鹤突然感觉眼前闪过了一道模糊的女子身影，自己眼前的人影似乎越来越清晰了。洛君鹤一时之间不由得看痴迷了。阿鹤，阿鹤，你在看什么？阿唐，阿唐，我没有看错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抱住了我的阿唐。阿鹤，你的眼睛能看见了吗？对，我全都看见了。原来我的阿唐这么美。阿鹤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要不咱们还是睡觉吧？好啊，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你说出来，我满足你。我今晚想让阿唐陪我一起睡，可以吗？咱们本就是夫妻，阿唐不会连这个小要求都不愿意吧？没有不愿意。那这么说，阿唐就是愿意留下来陪我睡觉了。阿唐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晚上抱着你睡觉。要是你不答应也没关系，我会等你愿意的那一天。阿鹤，我不是不愿意，我是怕晚上会压到你的身体。没事的，我现在手能动了，若是你压到了我可以帮你挪开。那好，要是晚上我压到你了，你一定要叫醒我，
知道吗？好。你们家王妃呢？本官来了，怎么也不见她出来迎接？阿唐，朱太医登门多半是受了上面人的指使，前来探查本王的病情的。他见不到本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若是今天将他赶走，后面还会有王太医、李太医、别的太医过来检查。本王的身体不好的时候，那些人心里安心，但若是本王身体有所好转，想必那些人自然也就坐不住了，也会有下一步的动作。他要见本王，就让他过来，咱们可以这么做。骆君鹤跟纪云堂密谋一通，两人随后一拍即合。刚好纪云堂也想看看这个朱太医到底想要干什么。什么茶这么难喝，还不如在宫里喝的西湖龙井。这叶王妃竟然拿这种陈年老茶来招呼本官，当真是岂有此理。本王妃看岂有此理的是你。朱太医还没看清来人。你就是叶王妃吧？你可知本官是谁？你这么对本官，就不怕本官跟皇上告你的状吗？朱太医好大的架子，上午叶王府的门，喝我叶王府的茶，最后还反过来嫌弃本王妃对你招待不周，你的脸可真是大呀！别人登门拜访至少不会空手而来，你一没带礼物，二没有诚意，本王妃让人赏你一杯茶吃就不错了，凭什么招待你？都半截身子快要入土的人了，还爱玩告状的把戏。你喜欢告状就快去告吧，让皇上来治本王妃的罪。叶王府不欢迎你，你可以滚了。叶王妃，本官今日是奉皇上之命前来给叶王殿下医治的，在没有为叶王殿下把脉之前，本官是绝不会离开的。原来朱太医竟然是受了父皇的命令，前来给我夫君治病的。你早说呀，这样本王妃就不会对你动手了。朱太医，你看见我家王爷变成这样，好像很开心啊。叶王妃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本官看见叶王爷这样痛心都来不及，又怎么可能会笑？我们大夫都是医德高尚的正人君子，希望每个病人能快点好起来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叶王妃，本官要为叶王殿下医治了，你能否先回避一下？等给叶王爷医治完脸包扎好之后，本官会叫你的。阿唐，朱太医说的没错，医者行医最忌讳打扰，这么多年他都是单独给本王医治的，你一个女子留在这里多有不便，还是出去候着吧。是，那妾身就先出去，让人给王爷烧点热水过来。就在朱太医取出银针，准备在骆君鹤的脖子侧面的死穴上扎一针的时候，骆君鹤却突然偏过了头去，他换了个方向，准备再扎第二次。岂料骆君鹤又再一次的转过了头。叶王殿下，下官要给你施针了，还请殿下的头不要乱动，以免下官不小心伤到殿下。好，本王知道了，朱太医下针吧。就在他咬了咬牙准备扎下去的时候，朱太医突然痛苦地惨叫了一声，银针居然扎在了自己的手背之上。朱太医，你怎么了？已经给本王施完针了吗？为何本王连一点痛意都没感觉到？想来朱太医的医术定是越发精进，更加高明了。有你这么医术高超的大夫在，是东陈国之福，是太医院之福啊！叶王殿下过誉了，下官刚刚为叶王殿下把脉，发现殿下的身体暴然失血，气分不足，阳虚气衰，实在病得厉害。想来应该是换了普通的床后，没了寒冰石床的压制，火毒融入心肺的缘故。再不加以制止，唯恐性命堪忧啊！刚好下官这里还有一颗金乌丸，是下官在太医院里用人参、何首乌、千山雪莲等10几种名贵药材融合，炼制了7期49天，才制成了这么一颗，保证殿下吃了之后3日内就可以补全气血，容光焕发。朱太医有心了，本王也觉得自己这段时间虚得厉害，若是本王的身体好了，改日必当重谢于你。来，殿下，下官为你吃药。为
外面的门突然被人用力的推来，纪元堂闪了进来，一把就从他的手里拿过了药丸，放在鼻子前闻了闻。朱太医，你这药丸上怎么有一股屎味？该不会你想骗我家王爷吃屎吧？他这个药丸的确是用望月砂、残砂、人中黄、鸡屎白、鸭屎绿外加马尿做成的，里面还放了一味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。看来真让本王妃给猜对了，你光来治病是假，想用这东西坑害我们家王爷才是真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妃这就拿着药丸去大理寺报官，人证物证俱全，看看你到时候还怎么狡辩。朱太医吓得魂儿都要飞了，朱太医连忙追了上去，他从后面推了一把纪云堂，他脚下没站稳，手里的药丸也随之滚落在了地上。他猛地扑过去，捡起地上的药丸就塞进了自己的嘴里。朱太医，这是什么？想吃屎你告诉本王妃就行了，本王妃的西院有狗屎、鸭屎还有鸟屎，保证你能吃个够，干嘛要来抢啊？叶王妃说笑了，那颗药丸脏了，不能让叶王殿下吃，本官代替他吃掉了。本官还要回去跟皇上复命，若是没有其他事儿的话，那本官就先行告退了。滚吧！王妃，他不安好心，想害咱们王爷，为何不直接杀了他呢？他是朝廷命官，背后有人，本王妃杀了他，会给叶王府招来祸端。他是会死，但是坚决不能死在叶王府里。吃了他自己下的毒，就让他自食恶果吧。再者，朱太医要是死了，谁回去给丽妃报信呢？阿鹤，委屈你用血浆来演这出戏了，我替你把这脏衣服换了吧。好，辛苦阿唐了。丽妃娘娘，下官按照您的吩咐，特意避开了叶王妃，可没想到在下官给叶王喂毒药的时候，他突然闯了进来，夺过药丸就塞进了下官的嘴里，逼迫下官咽下去，否则就要杀了下官。哎呀，下官也是没办法，只能将那个药丸咽了下去。哦，这么说来，你的任务没做成功。是的，那叶王妃太嚣张了，她根本就没把下官放在眼里。那她可知道你是本宫派去的？这个不知道，下官告诉叶王妃，下官是受皇上之命去叶王府给叶王爷医治的，并没有暴露娘娘。既然你任务没成功，那总该把脉出了叶王的病情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回丽妃娘娘的话，叶王殿下脉象虚弱，乃是死脉，如今已经病入膏肓，整个人死气沉沉的不说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往外喷血。依下官看，他怕是活不过这个月了。哼，朱太医，这件事儿你做得不错。等叶王入土为安之后，本宫会给皇上谏言，让他提拔你儿子入仕为官。下官多谢丽妃娘娘。你做得很好，辛苦了一天，早一些回去歇息吧。多谢丽妃娘娘。你去禀报皇上，就说朱太医去叶王府看过诊之后，说叶王殿下已经时日无多。本宫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已经哭晕了过去。说的时候表情难过一点，别让皇上看出来你是故意骗他的。哦对，另外再找人将这个消息散发到宫外去，可千万要做仔细点儿。青哥、谢世子，你们两个今日怎么有空过来了？三嫂，是我母后让我过来的。我和谢世子两人都是听了朱太医的诊断，十分担心三皇兄的身体。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你们自己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九皇妹、谢世子，多谢你们能抽空来看本王，本王很开心。叶王殿下，你的眼睛这是？多亏了阿唐日日为我针灸，现在本王的眼睛已经恢复了。三皇兄，你人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你不知道朱太医当着父皇的面说你不行了，他说的信誓旦旦的，父皇差点就让人给你安排。三嫂、三皇兄，你们别生气，我不是故意说这些晦气的事的。九皇妹、谢世子，本王的身体状况以及我眼睛和脸恢复了这件事情，还望你们暂时保密几天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叶王殿下放心，本世子向你保证，不会对任何人说你的事。我也是。
我的嘴巴可严了，保证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三嫂，要是我母后问起来三皇兄的情况，我能告诉她吗？当然可以。皇后娘娘若是问起来，亲哥实话实说，告诉她就行。哟，今天什么风竟然把陈王殿下给吹来了？我们这小小的叶王府，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呀。之前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是我心胸狭隘，误会你了。我不求你能原谅我，我只求你能让我进去看看我的三哥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你今天是受什么刺激了？我没有受刺激，我知道我三哥的病情之所以一直好不了，就是因为每天晚上睡寒冰石床泡冰块浴造成的。我也知道许嬷嬷并不是我三哥的救命恩人，她冒充了沈嬷嬷的功劳，留在叶王府只是为了王府的家产和银子。而之所以会造成如今这种局面，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如果我以前不那么有眼无珠，多关心一下我三哥的身体，派人查证一下许嬷嬷的身份，或许我三哥他就不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，被小人一步步坑害。你确实是有眼无珠，亏我家王爷还说你不懂事，处处维护你。可你呢？你为他做了什么？这3年来，你进进出出叶王府无数次，却从来没有一次怀疑过那样的寒冰石床能不能住人。但凡你来的时候进去多看一眼，你也会发现王府的下人都是怎么伺候主子的。我家王爷之所以不跟你说，是因为他不想让你担心，更不想让你看见皇宫后宅这些肮脏下作的手段。他说过自己是你心目中的英雄，一直把你当成还没长大的亲弟弟保护着，他不愿意在你面前露出自己最难堪窘迫的一面。可你却把这一面当众揭露了出来，让他脸上无光。洛思年，你扪心自问，洛君鹤这些年对你有多好？他身体好的时候，可曾有一次亏待过你？可曾有一次让你受过欺负？你就算对本王妃再不满意，也着实不应该伤了他的心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之前是我错了，我现在只想见见我三哥。外界关于我三哥的传言我都听说了，我心里很担心他，只求你能让我见他一面。你进去吧。三哥，你的脸好了？我的眼睛也恢复了。三哥，可是朱太医为何会跟父皇说你病入膏肓了？他的话你也能信？那只不过是我和你三嫂故意演给他看而已。朱太医这次来叶王府，的确是来要本王的命的。他应该是受了上面人的指示，只不过他并不知道本王的眼睛已经能看见了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本王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。幸好本王和你三嫂反应迅速，才没有让他得逞。上面的人？三哥，你是说朱太医是受父皇的指使来杀你的吗？可是你是他的亲儿子，还为他立了大功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不一定是父皇，也有可能是我母妃。八弟，我知道你可能不相信，但这就是事实。本王瘫痪在床上的这3年，你可曾见过母妃亲自前来探望过本王一次？又可曾见过她派人给本王送些补品汤药什么的？连皇后娘娘都知道让人每个月给本王送些补身体的药材过来，可是母妃她却一次都没有过。她往叶王府送的寒冰石床，以及每日让本王沐浴的冰块，全都是对本王的身体百害而无一利的。你当真觉得她关心本王的身体吗？可是三哥，她是你的母妃，她是生下你的人，如今宫里的妃嫔哪个不是母凭子贵？她若是想要在宫里过得好，就只能仰仗你。我实在想不通，丽妃娘娘她有什么理由这么做？害死你，对她有什么好处吗？八弟，我今日告诉你这些，不为别的，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这宫里风云莫测，尔虞我诈，能在宫里立足多年的人，哪怕是后宫里再不起眼的一个小才人，都不可能是没点心机的小人物，更何况是进宫23年的丽妃娘娘呢？人都有2面，一面展示给外人看，一面展示给自己看。你看到的温柔大度、贤良淑德的她，说不定只是她故意想让你看见的呢。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她又是怎样的一副面孔？这世上，人心最难测，凡事都不可能只看外表的。外表丑的不一定是坏人，相反，
外表好的也不一定就是好人。你的眼界和心智也是时候该提升提升了，免得以后真的会吃大亏。三哥，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我都记住了，我回去后会好好想想的。之前确实是我演技太浅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，以后我绝对会按照你提的要求去做，绝不再让你和叶王妃失望。阿唐是除了你之外唯一一个对本王好的人，如果不是他，本王说不定现在已经死了。她是个很好很优秀的姑娘，阿弟，我希望你以后对她恭敬一些。这叶王府要是没有她，就没有现在的太平。她值得你称呼她一声三皇嫂。三皇嫂，以前是我多有得罪，冒犯了你，多谢你愿意出手为我三哥医治。看见三哥如今的变化，我真的为他感到开心。你的大恩大德，4年莫齿难忘。如果以后有需要的话，你尽管派人来陈王府找我，我绝对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上刀山下火海就不需要了，你只要以后别拖你三哥和本王妃的后腿就行。今日你也见到了阿和，知道我对他并没有恶意。若是以后再让本王妃听到你在外人面前灭自己志气，长他人威风，诋毁本王妃，本王妃保证会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。你说什么？叶王没死，他还快要好了？没错，奴才亲眼所见，叶王殿下毁容的脸已经完全恢复如初，除了下半身和腿还不能动以外，他的身子和胳膊也能动了，就连眼睛都复明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前几天朱太医亲眼看过的，说他病得很严重，熬不过月体吗？周如山他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骗朕！皇上息怒，这也正是奴才疑惑的地方啊。朱太医他是宫里的老太医了，医术也是出了名的好，就算他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可能敢骗皇上您呢。但是叶王殿下和王妃一口咬定，朱太医去叶王府看诊的时候，叶王殿下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模样了。这一点，陈王殿下、九公主以及谢世子都可以作证。如今叶王殿下和叶王妃吵着闹着要让您给他们做主，所以奴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回宫询问您了。哼，好一个叶王，好一个叶王妃，朕真是小看他们两个了。他现在哪里还想不明白，朱太医十有八九是被纪元堂和骆君鹤给联手算计了。皇上，奴才还有一事禀明。叶王妃刚刚也跟着奴才一起进了宫，现在她就在正事堂的外面等着，你要召见她吗？你去告诉叶王妃，就说朕身体不适，今日不想见她，让她改日再来。皇上今日身子不适，不方便见客，叶王妃改日再来吧。皇上身体不适，那本王妃就更不能走了。本王妃是大夫，医术不说多高，最起码比那朱太医强。不如你再通传一下，让本王妃进去给皇上看看。叶王妃啊，你就别为难奴才了。皇上近日为叶王殿下的身体操碎了心，已经好几天没合眼睡过一个好觉了。你现在跟他说这种事儿啊，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张公公此言差矣，这怎么能是火上浇油呢？你说皇上为我夫君的身体操碎了心，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睡觉，可见他十分担心我夫君的身体。那本王妃就更应该去跟皇上说道说道，让他安心了。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堂儿怎么在正事堂的门口站着？臣妾见过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纪元堂行礼之后，将骆君鹤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皇后。皇上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如果叶王妃所言属实的话，朱太医欺君诅咒叶王可是大罪。叶王是东禅国的战神，朱太医犯了错，若是此次安然无恙，得不到任何处罚的话，那东禅国的子民们又将如何看待皇上，如何看待皇权？臣妾恳请皇上召见朱太医，秉公处理，莫要让叶王寒了心，让东禅国的百姓们寒了心啊！还请皇上为我夫君做主，为叶王府做主，否则臣妾就长跪不起。放肆！你们这是想造反吗？
想要造反的难道不是朱太医吗？我夫君为国征战这么多年，落下残疾，就算没有功劳，那也有苦劳。他被人残害诅咒，您身为他的父皇，难道您就置之不理，任由栽赃者逍遥法外吗？你不心疼你的儿子，可我心疼我的夫君。臣妾受了委屈，被百姓们怎么谩骂都没关系，可我实在看不惯我的夫君被人陷害诅咒。他这么多年已经够苦了，今日无论如何，臣妾都要为叶王讨回一个公道。叶王妃说的不错，臣妾身为一国之后，名义上叶王也要喊我一声母后。臣妾没办法看着自己的儿子受了委屈还置身事外。今日皇上若是不处理朱太医，想必百姓们定会觉得是您指使朱太医残害自己的儿子。难道皇上想要背上弑子这个骂名吗？杨富贵，立刻去传朱太医进宫，朕要公开处理这件事情。乌如山，王妃朕信任你这么多年，将叶王的身体全权交由你医治，你就是这么对朕的儿子的吗？他心里十分清楚，这个罪名他今天是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丽妃这个时候不可能为他出头，而这个时候在人证物证面前，连景阳帝都不一定保得住他。哎呦，皇上恕罪，这事儿都是臣做的，是臣一时鬼迷心窍，险些犯了大错，还请皇上看在臣在太医院效力多年的份上，饶臣一命吧。朱太医心胸狭隘，为人不实，不忠不良，此乃大罪。来人呐，将朱太医重打30大板，剥去官职，给朕押入大理寺天牢，等候发落。王爷不必担心王妃，他一向是极有分寸的人，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让朱太医受罚，他也不会提议跟张公公进宫面圣的。你应该对他多一点信心啊。本王对阿唐有信心，只是宫里的那些人阴险狡诈，诡计多端，本王只是怕她一个弱女子在宫里受欺负。阿贺，我可不是什么弱女子，我打起人来可厉害了。你就算是让我跟你一起上战场杀敌，我也未尝不行。阿唐，过来。怎么，才2个时辰不见，夫君就想我啦？想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。我也想你了。阿唐，跟我说说宫里的事。尹文堂将宫里的所见所闻全部跟骆君鹤讲了一遍。阿贺，我怀疑朱太医不是你父皇的人，就是你母妃的人，我准备把他给弄死。阿唐，大理寺天牢守卫众多，你一个人去实在冒险，更别说朱太医这才刚刚入了狱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多等几天，说不定会有其他收获。好，我都听你的，谁让你是我夫君呢？你说不去就不去，那我就在府里多等几天，反正他中了自己下的毒，也活不了多久了。阿唐能这么想就再好不过了。王爷，属下收到一封从宫里送来的信，还请王爷过目。南小王拧了一下眉头，这才拿着信件认真的看了起来。丽妃信上的意思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：朱太医知道他们的太多秘密，为了以绝后患，此人不能留。齐风，你亲自去一趟大理寺天牢，想法子将朱太医处理了，记得做干净一点。是，王爷。你们这是在聊什么啊？王妃，外面京城里都在传，昨晚朱太医死在了天牢里，是被人一剑割喉而死的。大理寺正在全城戒严，捉拿凶手。朱太医死了？王妃，不好了！大理寺右少卿带人来说，要抓你回去配合调查朱太医被杀一案。现在他已经带人闯进来了。本王妃和陈虎过去，你们几人在这保护好王爷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西院。叶王妃，我们怀疑你与朱太医昨夜被杀一案有关，还请你跟本官走一趟，配合大理寺的调查。几世子仅凭怀疑就来抓本王妃，谁给你的权利？你们家徐少卿允许你闯入叶王府来抓人了吗？哼，众所周知，昨日你在皇宫里跟朱太医产生了矛盾瓜葛，他也是因为你的原因才入的狱，而当天晚上朱太医就被人杀死在了天牢里。仵作检查说他被人一击割喉毙命，且身上还中了剧毒，且那种毒在东陈国十分罕见。你本就跟朱太医有仇，又懂医毒之术，还会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这种种关联之下，很难让本官不怀疑你的作案嫌疑。叶王妃，
几世子真是有意思，我跟朱太医有纠纷是不假，那也是因为他谋害我们家王爷在先，这一点朱太医昨日在皇上和皇后娘娘面前都已经亲口承认过了。其次，你凭什么说本王妃懂医毒之术就是我给她下的毒了？你亲眼看见本王妃动手了吗？皇上都已经将朱太医剥夺官职，关进天牢里等候发落了，本王妃有必要多此一举去杀他吗？哼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你都改变不了自己有杀人嫌疑的事实。今日无论如何，本世子都要将你带回去接受调查。老子看谁敢抓我们家王妃，想抓人先过老子这关。你一个叶王府的走狗，敢这么跟本官说话？你骂谁是走狗呢？老子有名有姓，你才他娘的是朝廷的走狗。几世子这是怎么了？刚刚你不是还骂陈虎是叶王府的走狗吗？你现在怎么跪在走狗的面前呢？哼，还不是因为他连属下这个走狗都不如。哼，朝廷花钱养着他们，没想到却养出一群酒囊饭袋。一个大男人有胆子骂人，却没胆子接住属下的巴掌，真是没用的东西。你们简直是不知死活！本官可是皇上亲封的朝廷命官，你们主仆二人竟这样戏弄于我，小心本官去御前告状。几世子以后挑衅别人之前，要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，别对方不害怕你，你自己倒先跪在地上了。毕竟这世上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主仆二人这么好说话的，多的是那种能动手就不逼逼的亡命之徒。你要是哪天不小心惹到了他们，那可就不是跪在地上的事儿了，说不定还要掉脑袋呢。你别太过分，等到了大理寺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嚣张的起来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可别哭着让我救你。你哭，本王妃都不会哭。不是要去大理寺吗？还不快带上你的人走。景元堂也想知道究竟是谁派人杀了朱太医，嫁祸于自己。今日多谢叶王妃亲自来为大理寺提供线索，此事下官会如实的禀告给皇上，下官也会向外界的百姓们证实，你与朱太医的案子无关。那就多谢许少卿帮本王妃洗刷冤屈了。在此事没有结案，真凶也没有确定之前，作为第一嫌疑人，还不能离开大理寺。几世子的脸可真厚，今天陈虎没有打你，本王妃来教训你。徐少卿都说本王妃没有嫌疑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来给本王妃定罪？做属下就要有属下的觉悟。什么时候大理寺开始跟永宁侯府兴起了？吉右少卿，你越界了。哼，徐少卿这么包庇叶王妃，可是已经找到了杀害朱太医的凶手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你就不能放他走。本官已经查明了，杀害朱太医的人跟叶王妃无关。本官稍后会写个奏折，跟皇上禀明此事。大理寺是正规办案机构，不是强制留人的山寨，我们也做不来土匪的勾当，还请己右少卿明白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拖累了你，我真是没用。阿贺，你不必自责，这跟你没有关系。永宁侯府不喜欢的人是我，他们想要置死地的人也是我，我跟他们之间的矛盾恩怨已经算是不能和解的状态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很小心，不会让他们招到任何小九九的。阿汤，我的腿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？快了，我们再多针灸几次，你的腿很快就能有知觉了。想要让坏死的骨头重新长好，光是针灸根本不够，必须要去极阳之地找到龙鳞草。阿贺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向上的面对生活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的，龙鳞草也迟早会找到的。阿汤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儿臣参见父皇母后，听闻京城今日出现了一伙黑衣刺客，打伤了武帝，儿臣心里很是担忧，不知武帝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武帝他没事，只是那伙贼人还没有抓住。天子脚下，京城重地，竟然会有这种事情，他们简直不把我们东城皇室放在眼里。彻查，必须彻查，这伙害群之马不除，以后京城的百姓们还怎么安心上街闲逛，去酒楼用膳？他们今日能闯入房间殴打羞辱齐王，谁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？还请父皇下令全城捉拿这伙刺客，以示效尤。请问太子殿下，
周儿在酒楼里出事之时，你人在何处？你管辖的京四卫又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京城里出现了那么多的刺客，他们都没有发现？还是陈王和谢世子从郊外回来才告知了此事？京四卫是不是有意的被人给调开了，故意的对周儿的事情视而不见？亦或者是这其中是太子殿下你的安排？还请太子当着皇上皇后的面能给本宫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贵妃娘娘，姑知道你担心武帝的身体，迫切的想为他讨回一个公道，但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，什么帽子都往姑的身上扣啊。京畿卫是姑在管辖没错，这事说来也巧，武帝出事的时候，刚好城西的粮仓起了火，京畿卫全部被姑调去救火了。想必你们都知道，城西的粮仓关乎着京城里5万百姓们的命，那是他们1年的口粮，姑又怎么可能坐视不管？以往京畿卫正常巡逻的时候，京城里都没有出过一点事，谁知道他们今天只是不在了1个时辰，皇城里就发生了这种事。姑理解贵妃娘娘的心情，但此事确实与姑无关。你们若是不信姑说的话，可以派人去城西粮仓求证。刺客一事，等齐王醒来后再说。京城里出现刺客，总归也是京畿卫的失职，就罚太子抄写100篇治国论交上来吧。除此之外，以后京城里京畿卫的巡守该继续加派人手，万不可让火烧粮仓的事再次发生。是，儿臣遵命。父皇，儿臣得知父皇最近为血雨门一事烦心不断，儿臣愿意带兵围剿血雨门，替父皇分忧。太子，你当真愿意去吗？父皇，血雨门实在欺人太甚，连续2天在京城里大开杀戒，对武帝和九妹痛下杀手。这群歹徒不除，京城将人心惶惶，永无宁日，江湖门派也会再次欺负到我朝廷头上来。儿臣愿意带兵去围剿血雨门，还请父皇给儿臣这个机会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朕的好儿子，魄力就是不一般的。你此番请命带兵围剿血雨门，朕就特许你带5000精兵上山。若是剿匪成功，朕必有重赏。多谢父皇，儿臣定当不负父皇使命，必将剿灭血雨门，还我朝安宁。许元堂换了一身夜行衣，趁着对方换岗的时候，轻而易举的就溜进了血雨门。对，就是你，没看见爷肚子疼吗？还不快过来替我顶一下岗？大哥，我是新来的，想问下这房子里面住的是谁？小的也好心里有个数。哎呀，这你都不知道啊？这里面住的可是咱们血雨门门主，人送外号腥风血雨落飞花的血飞花师爷。咱们门主脾气不好，最烦别人打呼噜放屁磨牙。你站在这里注意一下影响啊，有屁最好憋着，别让咱们门主听见，否则咱们门主发起疯来有你受的。哎呦，谁在外面放屁？给本门主滚进来！纪元堂看了一圈，他犹豫片刻之后抬脚走了进去。刚刚就是你在外面放屁，把本门主给吵醒的？不是我。刚刚门外除了你还有别人吗？有啊，他去茅房了。行了，别狡辩了，你是新来的吧？放了屁还不敢承认，一看就是个没担当的。本门主最讨厌没担当的臭男人，哪个没品位的东西把你召进来的？本门主睡眠浅，最讨厌放屁声，一听见必定会醒。给你半炷香的时间，你好好想想怎么把本门主哄睡着了。要是想不到，本门主就杀了你。门主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只要能让你睡着就行吗？没错。这有何难？纪元堂一把迷药就朝着血飞花的脸上就撒了过去。人长得不男不女，还不准人放屁，你是个什么牌子的塑料袋，这么能装？看我不抽死你！门主有令，命我去库房拿5000两银子给他。门主大半夜的要5000两银子干嘛？门主决定的事情，哪是你这个小喽啰能过问的？还不快带我过去！你们该睡觉睡觉，该巡逻巡逻，不用管我。我取完银子出来就会锁上门，将钥匙给门主拿去。亮光照过的地方，入目所见的全是一箱箱的金银珠宝，数量足足有80箱之多。纪元堂高兴的差点没笑出声来，看来他这趟真是来对了，血雨门10年积累的财富当真不容小觑。血飞花醒来的时候，只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拍肿了一样。
门主，大事不好，库房失窃了。他手快速的从腰上一摸，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的钥匙和令牌全都不见了。该死的小混蛋，你最好别让本门主抓到你！库房失窃了多少银子？回门主的话，全没了。你们都是一群饭桶吗？这么多人巡逻，竟然能让库房失窃，本门主养你们这群饭桶有什么用？真是气死爷了，气死爷了！门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对，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库房80箱金银珠宝失窃更让本门主心情不好的？咱们这人发现有一支朝廷的人马上山来了，方向正是咱们血雨门。早知道也就不接手这破血雨门了，搞半天一点好处没捞着不说，辛辛苦苦赚的银子全没了。啊，门主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让你叫上兄弟们，把门里的武器都拿出来，准备御敌。这群朝廷官兵来者不善，今天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，一定得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。阿唐，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啊？当然是我最近运气好，发了一笔横财。生意场上尔虞我诈，一切都要留个心眼，赚钱是一方面，切莫被人陷害了。阿和放心吧，我做的生意都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，别人就算是想模仿也模仿不来。阿赫，你的腿有知觉了吗？阿唐，你用力在我腿上掐一下。纪元堂听话的在他的小腿上拧了一下。阿唐，我的腿好像有知觉了。太好了，阿赫，我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阿唐，你怎么哭了？是本王哪里惹你不开心了吗？你说出来，本王一定改。阿和，你没有惹我，我哭是为你而感到高兴。我们这么久的努力和辛苦，总算没有白费，我们快要熬到头了。阿和，我们趁热打铁，我再给你用热水敷敷，再按摩一下，说不定你的腿有知觉以后，过2天你就不用每天躺在床上，而是能坐轮椅了。阿唐，此话当真？我有骗过你吗？你只要乖乖的配合我，照我说的话去做，你迟早有一天能变成一个健全的人。娘子说什么为父就做什么，以后但凭娘子一人差遣，为父甘之如饴。这屋里太闷了，你自己躺着吧，我出去透会儿气。你说太子带兵去六芒山剿灭血雨门没成，还被狼群追着跌落了山崖，摔断了腿。回王爷的话，的确是这样。不仅如此，太子殿下带的5000玄子军回来的不足1000人，而血雨门的杀手却分毫未伤到。那父皇是怎么惩罚他的？是不是将他太子之位废黜了，将他打入了天牢里？王爷，属下说了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啊！皇上就只罚了太子殿下1年的俸禄，在外加让他抄写1000遍佛经，为死去的玄子军祈福。就这？没别的了？没了。太子殿下被狼群追，慌不择路之下掉进了猎户的陷阱里，摔断了腿，又在里面睡了一夜。天快亮了，裴副将才带人找到他。那个时候，太子殿下就已经冻得快没知觉了。裴副将将他带回了宫，皇上心疼太子殿下，还派了太医院3位有名的太医去给他医治。听说现在人还没有醒来呢。偏心，真是偏心！这要是本王犯的错，他怕是早就将本王禁足在府里，趁机夺了本王手里的兵权了。轮到太子这儿，竟然就这么不痛不痒的一点小惩罚，同样是他的亲生骨肉。这老狐狸对待本王和太子的态度竟然如此天差地别。洛君和他快好了，我真的后悔让他去济云堂这个祸害进门，我应该让朱太医早点弄死他的，这样也不至于我每天都过得担惊受怕。你真以为那香野丫头能治得好他的病？怎会有假？洛清哥和洛思年都亲自去看过了，都说洛君喝的病情快要好了。你可知他体内中的是什么毒？此毒名叫断骨砂，中了此毒的人一辈子就只能瘫在床上，变成吃喝拉撒都不能动的瘫子。唯一能解他的解药只有龙鳞草，可龙鳞草生长在西蜀国境内，生长条件十分苛刻，50年开花，
上百年才能结成一个果，很多都是没长熟便枯死了，极其难寻。找不到龙鳞草，骆君鹤这辈子都别想站起来。就算是脸好了，眼睛好了，又能如何？东陈国的子民难道会允许他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残废做皇帝吗？难道这世上就没有别的了吗？本王倒是听说西蜀国皇室有一颗龙鳞草果实，他们将其奉为至宝，年年供奉着，从不让外人看，但并不知是真是假。不过就算是真的也无需担心，西蜀国的人擅长武器制造，兵马也比东陈国强盛，他们民风彪悍，一向慕强。骆君鹤若是像3年前那样带兵作战，没有瘫在床上，或许用些法子，西蜀国还会将龙鳞草给他。可现在他一个废人，手里要什么没什么，身边甚至连个伺候的手下都没有，西蜀国凭什么会把龙鳞草给他？郑郎，难道早在3年前你已经料想到这些事了？本王当年让你给骆君鹤下毒，就是考虑到了这些事情，不然你以为呢？你难道还不明白，本王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既然不能光明正大的杀他，下毒就要彻底废了他。阿唐，这是你做的吗？不是，我可没有这个本事，是我找了一个外面的工匠师傅做的。我先扶你起来，你试试看他坐着舒不舒服，不舒服我再让师傅拿去改进。这个轮椅很不错，阿唐找的工匠师傅手艺真好。你喜欢就好，这轮椅你不用心疼，做烂了我再找那个工匠师傅给你做。阿唐，这轮椅很结实，本王这体重也还算正常，应该不至于那么容易将轮椅做烂吧？阿鹤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嫌弃你胖，你现在的身体顶多算是正常男人的体重，跟胖可是一点边都沾不上。我是说我有钱买得起轮椅，让你别为我省着，我的男人我能养活。阿唐，你能推我出去转转吗？好啊。阿鹤，你在床上躺得太久，怕是还不知道叶王府现在的变化可大了。阿唐与我说说，这府中都有哪些变化？许嬷嬷之前让人在府中庭院种满了木芙蓉，只因柳琳琅喜欢，说芙蓉像她。那木芙蓉开花虽好看，但它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一种气味，一到夏季深夜就极其招蚊虫，弄得整个王府都是乱糟糟的。我接手了王府之后，便让陈虎他们把花坛里的木芙蓉全拔了，种上了朝颜。阿唐喜欢朝颜花吗？喜欢呀，朝颜不仅颜色多，开花好看，它还是一味很有用的中药材。医书上说了，朝颜有泻水通便、消炭抵饮的功效。最重要的是，朝颜花的寓意很好，它象征着朝气蓬勃和不屈不挠，正如阿鹤你一样，在困境中迎难而上，坚韧顽强。阿鹤，我希望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你都能像朝颜花一样，永远朝气蓬勃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。阿唐，我答应你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自己，同样我这一生也都不会放开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你都得伴我左右，不离不弃。之前我没有走，现在我就更不会走。王妃，徐大人刚刚派人送来了请柬，说是让你明日午时去徐府参加小公子的满月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阿唐，徐大人是？徐大人就是大理寺少卿徐慕言，他的夫人是丞相府的千金花如月。之前他夫人难产，是徐少卿找我去救了他的夫人孩子，明天孩子办满月酒，徐少卿邀我前去赴宴。没想到4年前高中状元的寒门学子，现在都已经当上了大理寺少卿。徐少卿当真是年少有为。是啊，之前要不是徐少卿多次力挺我，帮我作证，我怕是真的要被纪怀彻给冤枉死了。我观察过，他品行高洁，行事光明磊落，是个值得信任的人，说不定以后能为我们所用。阿唐，我信你的眼光。下官见过叶王妃，王妃快往里面请。徐少卿忙着迎客，就不必亲自带本王妃进去了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也好，今日府中贵客稍多，若是徐某有照顾不周的地方，还请王妃多担待。纪云堂，你没看见祖父母和父亲母亲都坐在这里吗？
你怎么连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？这就是你身为叶王妃的教养吗？你谁啊？他们又是谁？你说的祖母和父亲母亲在哪儿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我们永宁侯府百年清贵，没想到竟然出了这么个没教养的东西。老身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姐姐，祖母她好像真的被你给气到了，你过来给祖母服个软认个错，她说不定就原谅你了。你这个逆女，还不快过来给你祖母道歉认错？本王妃可以道歉，但我就怕我的道歉吉老夫人承受不住。你们也说了，她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要是我道完歉她气死了怎么办？你们是不是还要把这个罪名安在我的身上？姐姐，祖母不是那种小气的人，只要你诚心道歉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至于你说的那种情况，根本就不可能发生。好啊，那在场的各位帮本王妃做个见证，要是本王妃道完歉，吉老夫人气倒了，那可怪不得我。叶王妃放心，本世子也来帮你做这个见证，顺便我替我爹娘也一起报个名帮你做这个见证。你有什么委屈都可以说出来。刘璋说的没错，本宫此生最讨厌欺负弱女子的人。叶王妃要是有什么委屈之处，都可以说出来，本宫定当替你做主。这叶王妃身娇体弱的，一看平日里就没有少受委屈。你别怕，今日有我们荣国公府的人在，没有人敢欺负你。多谢国公大人、国公夫人两位仗义直言，本王妃在这里感激不尽。吉老夫人，虽然你没把我当亲孙女儿，我也没把你当亲祖母，但架不住你没脸没皮，倚老卖老啊。大家同样都是女人，但我真羡慕你脸上的皮肤，保养的真厚。你说你人老就算了，何苦成精呢？你别急啊，我还没道完歉呢。你说我家门不幸，那你就去死好不好啊？我都不在永宁侯府住了，还能不幸到你们？可见你们全家的道德有多败坏，人品有多差劲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本王妃诚心建议啊，你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多吃点护肤品，提升一下内在美，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。纪云堂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敢诅咒祖母和爹娘，本世子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哼，子不教父之过，几世子骂人我的错，让各位见笑了。别对我大呼小叫的，我从小就怕狗，尤其是怕几世子这样的傻狗。我给你留面子的时候，也希望你能长脑子。现场这么多人，别人听了都没有反应，为何你叫得这么欢？对号入座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姐姐，你所谓的道歉，就是咒祖母去死，骂父亲母亲和大哥吗？他们都是你的娘家人啊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对啊，我是不能这样，我怎么把你这个大绿茶给忘了？纪晶晶，你长得真的很美，个性也十分鲜明，大大的眼睛，水灵剔透，傻的时候其实也蛮可爱，逼我为你做了这首藏头诗。你敢骂我是大傻逼？呵，大傻逼是什么呀？我刚刚不是在夸你吗？爹娘，你们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？我看叶王妃就很不错啊，不如你们认她做干女儿吧，这样以后你们帮她出头的时候，就没人敢说不关你们的事儿了。叶王妃，刘征他平日里口无遮拦惯了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本夫人倒是觉得征儿这个提议不错，我见到了叶王妃的第一眼就觉得她十分的合眼缘，而眼缘这个东西可不是看谁都能有的。恰巧本夫人和荣国公膝下无女，就只有征儿这一个儿子。叶王妃虽然已经嫁了人，但是终归的也才15、16岁，正是爹疼娘宠的年纪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叫我一声干娘如何？以后在外面干娘护着你。娘，爹。孽女，你这个孽女，为父和你娘还没死呢，你怎么能喊其他人做爹娘？你们的存在在我眼中就跟死了没有区别。投胎的时候我没有选对人，现在我已经擦亮眼睛了，蔡夫人和蔡国公才是我的亲爹娘，你们永宁侯府的狗屁都不是。纪云堂，如果没有爹娘，就不可能有你这个贱人，你不感谢他们也就算了，
现在竟敢当着他们的面认其他人做父母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人？你怎么不去死啊？要死也是你先死，你活着浪费空气，死了浪费土地，没死浪费钱币。你们永宁侯府什么德行？外人不清楚，你自己心里还没有点逼数吗？我妹妹长这么大是靠她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活下来的。你们永宁侯府什么时候尽过一天的生养责任？还大言不惭的说她不感激你们，你们也配她感激？我倒是想问问，你们养了纪二小姐这么多年，她感激你们了吗？今日去徐少卿家里参加满月宴，感觉如何？有没有闯祸？我这么乖巧可爱，看着像是会闯祸的人吗？像。既然你主动问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告诉你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那就坏消息吧。坏消息就是本王妃今天去了徐府，意外发现侯府的人也在，然后经过本王妃这样那样的操作，将纪老夫人气晕过去了3次，还当众骂了永宁侯府全家，最后还把纪怀彻打吐了血。他们看着好像挺恨我的，说不定以后会报复我。不愧是本王的王妃，真聪明，没有被人给欺负了去。夫人，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就是我帮你重新找了一个新岳父岳母，他们买2赠1，还附赠了一个年满20岁的哥。你开心吗？你说的可是荣国公谢大人以及他的夫人和世子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点事情不是有脑子就能想到吗？如果本王没猜错的话，这事儿应该是谢世子提议的，而你之所以会答应，应该跟永宁侯府的人也有点关系。哼，阿克，你猜得真准，是纪怀彻主动招惹的我。刚开始本王妃的确是想以认亲的法子来气纪老夫人，最好是能把她给活活气死，这样就没有人给纪晶晶撑腰了。但后面我发现荣国公和蔡夫人两人都非常好，在别人都对我指指点点说我不忠不孝的时候，是荣国公和蔡夫人挺身而出，站在了我这边，他们处处帮我说话，为我撑腰，最后让那些说闲话的人全都闭了嘴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父母也可以为了孩子做到这个程度，无条件的宠爱和相信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的性格实在太对我胃口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夫妻2人都非常大方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的，半点都没有孟氏和济南川身上的那种小家子气。蔡夫人将她娘亲传给我的手镯赠给了我，荣国公还将先帝御赐的免死金牌送给我当见面礼，就连谢世子都送了我10万两银票，说要认我做妹妹。除了谢世子与我相熟以外，我和荣国公夫妇本就萍水相遇，仅仅一面之缘，他们就能这么帮助我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么好的爹娘呢？你呀，真是妥妥的小财迷。这么说来，本王这是托了阿唐的福，捡了一个大便宜，白得了这么好的一对岳父岳母。阿唐，你认了荣国公夫妇为爹娘，相信这事儿很快就会传得满城皆知。于京城里的局势而言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认亲，而是荣国公府与叶王府的联合。如此一来，势必会对某些人的利益造成影响。怕就怕我那疑心病重的母妃知道这事后，又要生出什么幺蛾子来对付你。这个贱人真是好重的心机，出去参加个满月宴都不忘攀上荣国公府，他可真是一刻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帮骆君鹤拉拢人脉铺路。丽妃娘娘息怒，既然纪云堂都能攀上荣国公府这棵大树，咱们又何尝不能试一试呢？十公主不是一直都想嫁给谢世子做世子妃吗？奴婢倒是觉得纪云堂这么做帮了咱们一个大忙，这可是让十公主嫁进荣国府最好的好机会。继续说下去。奴婢听说荣国公夫人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帮谢世子物色世子妃，但凡是京城里未出阁有家世清白的世家小姐们，她都让画师送来画像，挨个的看了一遍，连那些5、6品官员的女儿也不例外呢。她挑选世子妃不看家世，不看样貌，主要看人品。但好在荣国公夫人看上的人，谢世子看不上，她甚至连瞧都懒得瞧上一眼，全以各种理由给拒绝了。咱们十公主金枝玉叶跟谢世子最是相配，
荣国公夫人既然都能选那些小门小户的女子给谢世子，奴婢觉得她能看上咱们十公主的可能性也非常大，何不让十公主去试试呢？原来如此，那你觉得本宫该如何做呢？奴婢觉得你可以从荣国公夫人入手，以叶王妃母妃的名义把她给召进宫来，就当是叙旧喝茶。奴婢想荣国公夫人不可能不给您这个面子的。你说的有点道理。好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去办吧。慢着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拿软垫过来！这地板这么硬，等会儿把夫人的膝盖给跪透了怎么办啊？蔡夫人，稍等片刻，软垫马上就能拿来，稍后你再给我和母妃行礼也不迟。多谢十公主的好意，只是妾身的身体目前来说还算康健，双腿也并没有任何的不适，下跪行礼这种小事儿还是没有问题的，拿软垫就省了吧。臣妾见过丽妃娘娘、十公主，不知娘娘今日召臣妇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蔡夫人不必多礼，雪儿还不快过去将蔡夫人扶起来。臣妇自己起来就行了，不劳烦十公主。雪儿，你去给蔡夫人搬张椅子过来，让她陪本宫说会儿话。是母妃。雪儿这些年被本宫惯坏了，心思单纯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蔡夫人不要多想。身在皇宫，十公主的性子还能如此天真烂漫，实在难得，多亏了丽妃娘娘教得好。蔡夫人，您请坐。十公主的脸色看着不太好，是搬椅子累的吗？可能我最近没休息好，有些累了。不碍事的。搬了一趟椅子就累得满头大汗，一脸惨白，十公主这身体素质多多少少有点虚啊。要不等回去了之后，臣妇让我的女儿给十公主开张药方拿过来，你好好的调养一下，补补气血啥的。夫人不是只有刘真哥哥一个儿子吗？荣国公府里什么时候还多了一位大小姐？雪儿，最近御膳房的御厨们不是新做出来一种梅花酸酪糕点吗？你去拿点来，给蔡夫人尝尝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去就去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里画花？我做什么关你什么事？吃你家盐了你这么闲？手摔在地上，擦破了皮。谁让你之前打本公主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这么平坦的路都能摔跤，看来老天爷都看不惯你了。你敢说不是你伸腿把我给绊倒的？哼，是又怎么样？这本就是你的报应，本公主可没有做错什么。洛清歌想到皇后昨晚对她的教诲，让她做个文静的淑女，改她暴躁易怒的性子，她忍。哎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我马上就要嫁给刘正哥哥，成为荣国公府的世子妃了。洛清歌脸色煞白，他说不出来自己现在是什么感觉，只感觉心里很堵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刘正哥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很快就要成亲了，以后他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哭了，我竟然会为了谢刘真哭了。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了谢刘真吗？所以听见他要娶别人，我才会难受到哭。蔡夫人，这可是本公主亲自去御膳房为你拿的，你快尝尝看，味道怎么样？如果臣妇没有记错的话，十公主刚刚是不是还问我荣国公府哪里来的大小姐？难道你这么快就忘了吗？本公主只是心里好奇罢了，毕竟荣国公府只有刘真哥哥一个人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大小姐。十公主的意思是臣妇和荣国公都不是人吗？本公主没有那个意思，是你自己说你有女儿我才那么疑问的。蔡夫人，难道连这个玩笑都开不起吗？哼，臣妇可不觉得十公主这是在与臣妇开玩笑。夫人不觉得本公主是在开玩笑，
可本公主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夫人除了刘真哥哥以外，还生过一个女儿啊！难不成夫人口中的女儿是国公大人在外面养的私生女啊？哎，本公主听说我那个三皇嫂叶皇妃也是永宁侯在外面的私生女呢，这不是巧了吗？啊，永宁侯府的几王爷没有妾室，但是在外面有私生女。荣国公府的谢国公也当着父皇的面自称此生只爱夫人一人，永不纳妾，却也在外面有了私生女。可怜你们这些当家主母，为了整个家族日夜操劳，到头来全部都被蒙在鼓里，被男人的花言巧语耍得团团转。哎呦，本公主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同情你们。丽妃刚刚处理完烫伤走过来，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她差点眼前一黑，直接晕倒。十公主口中的永宁侯府私生女正是陈父的女儿纪云堂。陈父见到云堂的第一眼就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她虽然不是陈父所生，但却胜似亲生。不瞒公主说，她要真的是我夫君在外面的私生女，那也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陈父就能早点找到她，把她给接回来，让她天天喊我娘亲，也不至于让她小小年纪就在乡下吃了那么多的苦。愚不可言！本公主看你们是被纪云堂给下蛊了，她到底哪一点比得上本公主？你们怎么一个个这么向着她啊？此时丽妃心里只有3个字：没戏了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更何况是母亲。天下又有哪个母亲会觉得自己的子女不好的？十公主金枝玉叶，自然是极好的。丽妃娘娘，十公主，臣妇家中还有事情要忙，臣妇就先行告退了。不行，你还不能走，给本公主站住！十公主还有何高见？你得同意让我嫁给刘真哥哥，否则今日你就别想出这个未央宫的大门。想要嫁给我儿子，我呸！怕是谢刘真看见了他就想吐。臣妇虽然是真儿的母亲，但是感情一事却不能够为他做主。他的性子十公主也知道，向来十分的挑剔。要是他愿意娶世子妃，早就娶了，根本就不会等到现在的。十公主给臣妇提出的这个要求，怕是要让你失望了。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你是不是想说刘真哥哥看不上我啊？不管你信不信，真儿的婚事不是臣妇能说了算的。就算我勉强的同意让你嫁进了荣国公府，他照样不会碰你一根手指头，或许以后连家都不会回。你难道想着要为他守一辈子的活寡吗？臣妇言尽于此，十公主好好的想想吧，臣妇就先行告退了。荣国公夫人蔡氏气焰嚣张，不知礼数，多次辱骂本宫不说，又动手殴打十公主后逃离未央宫。她胆大包天，蔑视本朝王法，完全不把本宫放在眼里。传本宫的命令，将蔡氏给本宫捉拿归案，本宫要亲自审问。这里很危险，你们快跟我走。九公主何出此言？丽妃说你骂了她，打了洛千雪，目中无人，藐视皇权，现在正让父皇派禁卫军四处捉拿你们呢。你要是被他抓住，他就有理由治你的罪了。总之，你先跟本公主走。蔡夫人，你能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九公主跟臣妇不熟，为何要帮臣妇？因为你是我三嫂的娘亲，是她认可要保护的人。三嫂认可的人就是本公主认可的人，现在她人不在宫里，本公主当然有责任保护你，护你周全。云堂妹妹，娘亲出事了，你快跟我走一趟。娘亲怎么了？丽妃今天上午的时候派了她身边的大宫女来给娘亲传了话，让她进宫一趟，要跟她喝茶叙旧啥的。娘亲这就跟着去了，可她从离开到现在都已经过去2-3个时辰了，还是没回来。我心里实在很不安，我怕丽妃知道我娘认你做干女儿，这样对她不利。总之，你手里有九公主的令牌，你先跟我进宫一趟。哥，你先别急，我们先去找皇后娘娘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娘亲她既然能在宫里藏起来而不被找到，就说明宫里应该是有人在帮她。蔡夫人找到了，她被亲哥救了，现在在绯月宫里，人也很安全，你们不要担心。皇后想要派人把蔡夫人接过来，锦元堂却阻止了她。皇后娘娘，不可，
您刚刚也说了，皇上派禁卫军去飞越宫搜查过了，却被亲哥给赶了出来，那就说明亲哥包庇了娘亲。若是现在将娘亲从亲哥那儿接过来，那不就是在告诉皇上和丽妃，亲哥犯了欺君之罪吗？我们这样，臣妾先和哥哥去正事堂探查一下情况，如果确定是丽妃和洛千雪故意诬陷，您到时候再和亲哥一起把蔡夫人带过去，咱们和他们当面对质，你看如何？你们两个能行吗？无妨，臣妾在来的时候已经跟禁卫军说了，我是来帮17皇子针灸的，我哥是我的助理，他们不敢拦我。那依爱妃所言，你觉得朕要如何处置荣国公府，才能让你和雪儿消气啊？哥，你先稍安勿躁，我们看看丽妃怎么说。我总觉得丽妃应该还有什么后招。雪儿心仪谢世子太久了，她做梦都想要嫁给谢世子。如今谢世子已然年满20，雪儿已经芳龄16，两个人都是婚配的年龄。若是将雪儿嫁给谢世子，那臣妾和蔡夫人就能化干戈为玉帛，成为姻亲。有了这一层关系在，臣妾也不会再去计较他打骂我和雪儿的事，这样对皇上、臣妾还有荣国公府都好。化干戈为玉帛，爱妃这个想法倒是不错，只是蔡夫人如此横行霸道，蛮不讲理，雪儿若是嫁过去，那岂不是天天受她的欺负啊？父皇，我不怕，只要能嫁给刘忠哥哥，让儿臣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况且有父皇给儿臣撑腰，就算是蔡夫人要对儿臣动手，她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啊。如此一来，便要委屈你们母女二人了。不委屈，儿臣能够嫁给心爱之人，怎么可能会委屈呢？求父皇快点下旨，为儿臣和刘真哥哥赐婚吧。皇上，十公主想要嫁给臣，你有问过臣的意见吗？那你有什么意见啊？臣不同意。放肆！朕将十公主赐婚给你，是对你天大的恩赐，你竟然敢说你不同意？皇上，臣对十公主无意，就算她是公主又如何？臣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哼，谢留征，你可知忤逆朕的下场吗？你就不怕整个荣国公府被你连累了吗？如若皇上坚持要将十公主许配给臣，那也不是不行。只要十公主能够接受臣身上一些不完美，那臣就能考虑娶她进门。接受，我接受，只要能嫁给刘真哥哥，我什么不完美都接受。十公主，我能牵你的手吗？刘真哥哥，牵了我的手，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。我父皇母后都在这看着呢，你可不能对我不负责哦。谢留征比洛千雪高出了一个头，这一看直接就被吐了一脸。刘真哥哥，你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本世子今天中午在府里吃了韭菜猪肉馅和酸菜粉条馅的饺子，可能还没消化干净。等下次本世子再吃点味道没那么重的东西，再来牵十公主的手。哪需要这么麻烦？等十妹妹嫁给我哥以后，她就是你的人了。到时候你想怎么牵她的手就怎么牵，你想怎么摸她就怎么摸，哪怕你想睡她，她也不敢对你说半个不字。纪云堂，你是来看本公主笑话的吗？十妹妹此言差矣，我早就来了，只是你眼里全是你的刘真哥哥，没有发现我罢了。谢世子吐了正事堂一地，又吐了十公主一身，难道你不该给朕一个解释吗？回皇上的话，臣刚刚也问过十公主了，能不能接受臣身上的不完美？十公主是答应了的，这些你们在场的人都听见了。那这和你吐十公主一身有什么关系啊？臣的体质特殊，本不想当个十公主，可是皇上和丽妃娘娘却坚持要将十公主赐婚给臣，臣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出此下策，看看十公主能不能接受臣的这个不完美。够了，雪儿还不快下去洗漱换身衣服？你如今的形象哪还有半点公主的样子？听说丽妃妹妹和十公主受了欺负，让皇上安排禁卫军在宫里到处捉拿蔡夫人。哼，真巧啊，本宫凤仪宫里的宫女出去采花的时候，在御花园碰到了蔡夫人，本宫已经把人给你带过来了，
丽妃妹妹和十公主受了什么委屈，那就当面拿出证据来吧。蔡夫人用茶水烫伤了臣妾的手，又打了雪儿一巴掌，臣妾和雪儿身上的伤就是证据。丽妃娘娘，这真是倒打一耙的本事愈发的厉害了。这明明是你自己打碎了茶杯烫伤的，与臣妇有什么关系？还有，十公主脸上的巴掌印儿，臣妇并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。臣妇只知，我在告辞离去之时，十公主还拿了一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威胁臣妇同意让真儿娶她。臣妇走的时候，十公主的脸上根本就没有巴掌印儿。你胡说！除了你，还有谁敢在未央宫打本公主？石妹妹，你说我娘亲打了你，那你说说，她是用哪只手打的你？右手。石妹妹，你确定我娘亲是用右手打的你，而不是左手吗？本公主很确定她就是用右手打的我。你敢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石妹妹，真对不起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众所周知啊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你说我娘亲用右手打了你，我刚刚也用左手打了你，那为何我娘亲用右手打的是你的右边脸，而我用右手打的却是你左边脸呢？人是相对站着，如果蔡夫人用右手打了你，那肯定打的是左脸，而不是右脸，除非你脸上的巴掌是她拿左手打的。本公主刚刚记错了，她就是用左手打的我，我一时口不择言才说错了话。哼，刚刚三嫂还问了你2遍，你2次都回答蔡夫人是用右手打的你，现在怎么就变左手了？陆千雪啊，你的嘴里到底还有没有一句真话？该不会是你自己打了自己，然后故意栽赃陷害蔡夫人的吧？本公主怎么就没有真话了？本公主说记错了就是记错了，怎么了？记错了不行吗？石妹妹啊，你介不介意让三嫂看一下你脸上的巴掌印呢？不行，要看也是太医来看，哪里轮得到你来帮我看？哎呀，我知道石妹妹不信任我，也行啊，那就请皇后娘娘传个太医过来，替石妹妹瞧瞧吧。来的人是宫里声望颇高的张太医。张太医啊，麻烦你仔细看一下我娘亲的手掌，和石妹妹脸上的巴掌印大小一样吗？启禀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十公主脸上的巴掌印略小，而蔡夫人的手掌却略大，且蔡夫人的手指比十公主脸上的巴掌印要长那么一点。由此可见，十公主脸上的巴掌根本就不是蔡夫人打的，而是另有其人。哦，这事简单啊！石妹妹既然是在未央宫被打的，那把未央宫的宫女太监们都叫来，一一对比她脸上的掌印，不就行了？未央宫的宫女太监们胆子就算再大，也不敢对十公主动手吧？这打人者必定另有其人。哎呀呀，我发现丽妃娘娘这手跟石妹妹脸上的巴掌印大小怎么一模一样呢？放肆！你敢这么对本宫？实锤了，实锤了！石妹妹脸上的巴掌就是丽妃娘娘用左手打的。丽妃，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你为何要故意冤枉蔡夫人？皇后娘娘息怒，臣妾也是没有办法了。雪儿吵着闹着要嫁给谢世子，可谢世子根本对她无意，于是臣妾便想着找蔡夫人当中间人，帮他们2个人牵线搭桥一下。可谁知蔡夫人根本不领情，还处处挑雪儿的刺，臣妾也没有办法，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放肆！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雪儿喜欢谢世子，你来找朕说就行了，为何要故意骗朕呢？传朕的旨意，从今天开始，丽妃降为丽嫔，未央宫的赏赐全部取消，禁足1个月，好好反省。十公主赐婚给正义大夫之子薛成，择日完婚。糖糖，你终于来了，我都快想死你了。之意啊，你不是要我陪你买首饰、水粉和衣服吗？我听说这配乐阁里新到了一批胭脂，用料极好，不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这不巧了吗？我们配乐阁里最近卖的最火的稀世胭脂，刚好剩下了最后1盒。姑娘看看，要是喜欢的话，奴家就给姑娘包起来。有劳了。小姐您看，
这就是我们配乐阁的稀释胭脂了。稀释胭脂主要是用桃花体炼出来的，擦在脸上不仅像桃花一般粉粉嫩嫩，它还自带一股桃花的香味儿，十分适合像小姐你皮肤这么白的女子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。他那么黑的皮肤都能被你说成白的，难道卖货的人都像你这么颠倒黑白吗？若是这位小姐真听了你的话，擦上了这个稀释胭脂，怕是这2个脸蛋出门就跟外面山上的猴屁股一样红了吧。秋明姐姐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这位姐姐皮肤黑是黑了点儿，但个子却高过我们，可一点都不像猴子。这位姐姐，你别生秋明姐姐的气，她只是心直口快罢了，并没有想要冒犯姐姐的意思。晶晶妹妹，我又没有说错什么，干嘛要跟她道歉啊？依我看，这100两银子一罐的稀释胭脂，只有用在你这么肤如凝脂的脸蛋上，才能够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。她一个穿着不男不女的女人，用什么胭脂啊？这不是纯纯的浪费吗？不知这位姐姐怎么称呼？关你屁事！2个碍眼的东西，赶紧给我滚！言语粗鄙不堪，我们东城国京城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野蛮人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说出来吓死你！他可是永宁侯府2小姐，3位公子和侯爷的心尖宠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快点跪下给晶晶道歉。我管你是晶晶还是草草的，再警告你们一遍，老子不想看见你们2个碧池，快点给老子滚，否则别怪老子动手打女人。姐姐，晶晶是有哪里得罪你了吗？你干嘛要这么凶我？我们今天过来只是买稀释胭脂的，可刚刚问了里面的管事，管事说胭脂就只剩下最后1罐了，而最后1罐刚好在姐姐的手里。我们来就是想问问姐姐能不能将最后1罐稀释胭脂让给我。你喜欢我就要让给你，你当你自己是7仙女下凡吗？这是我瞎来的，稀释胭脂也是别人打算卖给我的，我凭什么让给你？我的东西我就算是扔了砸了都不会给你们2个。姐姐不要，你要是不想让给我，我家银子买也可以的。总归这胭脂你还没有付钱，我们公平竞争如何？既然有人也看上了这个胭脂，那就让店丫头开个价，看看她到底有没有诚意。晶晶，要不是胭脂还是别要了吧，我们下次来买也是可以的。稀释胭脂本小姐要定了，多少银子你开个价吧。稀释胭脂我们配乐阁里定价是100两银子，本小姐出120两。10两20两的价多没意思呀，我出价200两，300两，500两，600两，1000两。晶晶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她这1罐胭脂就算再好，她也不值1000两银子啊，1000两银子都能买10罐了。怎么，这是怂了吗？你不是永宁侯府最受宠的2小姐吗？难不成连100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？说出去也不怕笑掉人的大牙呀！被全府千娇百宠的2小姐，竟然连这点经济实力都没有。2000两，谁说本小姐拿不出银子了？本小姐有祖母、父亲、母亲和3个哥哥宠着，区1000两银子算得了什么？2000两银子，你跟本小姐包起来。慢着，我有说不继续加价了吗？我出5000两。哎呀呀，原来堂堂锦2小姐也不过如此嘛！我还以为你有多喜欢这胭脂呢，就5000两银子就被本小姐吓住了。以后没钱呐，还是别说大话，以免不小心闪了舌头。1万两？怎么，裴小姐难道连区1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吗？看来你也不过如此。哼，以后没钱就别来配乐阁了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你说的对，本小姐还真就拿不出来1万两银子。我们定国将军府都是在战场上卖命的普通人，哪有你们永宁侯府这么财大气粗，拿1万两银子出来就跟喝水一样简单。这稀释胭脂既然锦2小姐诚心想要，那我就忍痛割爱让给你了，反正我也不急着用，再等下一批好了。锦2小姐，稀释胭脂奴家已经给你包好了，你看1万两银子是付现银还是银票？看样子锦2小姐这是拿不出来这1万两银子喽。
不过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写欠条的。配乐阁这么大的店，应该是能赊账的。一定是你和裴之义两人联合起来，故意坑本小姐的。我想要这胭脂是不假，可它原本的价值也才100两银子一罐，你张口就让我付1万两银子。纪云腾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笑话，你自己来晚了没买到胭脂，就想要从别人手里抢，加钱的事情也是你自己提出来的。本王妃一没参与，二没碰你，全程在一边看戏。你竟然说本王妃联合裴小姐在坑你，坑了你，我能有什么好处？你该不会以为这配乐阁也是本王妃开的吧？总之，这1万两银子本小姐是不会认的。这稀世胭脂，本小姐也不要了。裴小姐想要就拿走吧。可在她转身的一瞬间，竟然撞到了一个人。臣女参见陈王殿下，殿下来的正好，有件事情，臣女想请陈王殿下为我做主。什么事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臣女听说配乐阁出了一款新胭脂，十分好用，便立马喊上了邱大小姐一同来购买。可没想到，来了以后我们才发现，这稀世胭脂还是最后一罐，在裴小姐的手里。臣女便和她商量，能不能让给我，或者我加钱买她手里的胭脂也行。可谁知，她竟然和叶王妃2个人联合起来给臣女下套。这小小的一罐胭脂，竟然降到了1万两银子的高价，让臣女买下。臣女不愿意，他们便拦着臣女不让走。所以臣女十分怀疑，叶王妃、裴之义和这配乐阁的掌柜串通一气，专门来坑害我们这些无知的女子。被他们坑害的人必定不在少数。少东家，你过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？属下也好亲自去门口接你啊。无妨，就是路过配乐阁，听说里面有人闹事，本王进来看看而已。周周不用管我，你去忙你的便是。你刚刚说配乐阁和叶王妃与裴小姐串通一气，恶意坑害你们这些无知少女。不，陈王殿下你误会了，臣女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的意思是本王耳聋？不是的，臣女并不知道配乐阁是陈王殿下的产业，臣女说的那些话都是无心的。臣女只是不满于姐姐和裴小姐2人恶意提价让臣女买胭脂，毕竟1万两银子买1罐胭脂实在是天价，臣女并没有想要冒犯王爷的意思啊。你当本王耳聋就算了，眼睛还瞎吗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做没做，做了什么，大家都是一清二楚。不是你随便说2句，别人就会站在你这一边的。这些年你抢别人的东西抢习惯了，怕是已经忘了，抢人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陈王殿下，今天的事情是臣女做错了，臣女甘愿用1万两银子买下稀世胭脂，还请陈王殿下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臣女一般见识。你该道歉的人应该是叶王妃和裴小姐才对，若是他们愿意原谅你，本王没有任何意见。姐姐，裴小姐，对不起。哼，你可别叫我姐姐，本王妃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等会儿你和姐2小姐一起去永宁侯府取银子。是，陈王殿下。你怎么会是配乐阁的少东家？配乐阁是我外祖父留给我母妃的产业，我母妃又将它传给了我。我平时不太爱操心这种事情，便将管事权全部交给了周叔，只是偶尔有时间的时候过来查个账而已。今天多谢陈王殿下出手相助。无妨，你是三皇嫂的朋友，那就是本王的朋友，本王帮你是应该的。以后你要是还有什么要买的东西，和周叔说一声便是，本王让他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，你们也就不用再多跑一趟了。那臣女就先谢过陈王殿下了。如果本王没猜错的话，今天这一切都是三皇嫂的主意吧？哎呀，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！稀世胭脂100两银子一罐，我和知意帮你抬价赚了1万两，我们3人平均分，如何？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陈王殿下，叶王妃、裴小姐，这是属下跟着纪2小姐从侯府取来的银子，一共是1万两银票，还请殿下笑纳。哎，周管事，等一下。不知叶王妃还有什么吩咐啊？你跟纪晶晶去永宁侯府取银子的时候，他们就这么把1万两给你了？三皇嫂的意思是，这钱有问题？
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人有问题。以我对永宁侯府一家人的了解，他们可没有这么好说话。明知道这银子是稀释胭脂100倍的价格卖的，还乖乖的把银子送到周管事的手上，且没有跟周管事做任何周旋，这事儿就不对。属下去永宁侯府取银子的时候，无意间听见了门口的2个门卫谈话，说是吉二公子今天中午从外面带回来了一名女子，扬言要娶她为妻。那女子生得花容月貌，倾国倾城，吉二公子直接就将人给领回到了家里。侯爷知道后十分生气，让他把人送走。吉二公子却说，如果侯爷要赶走那位姑娘，那他就跟着那位姑娘一并离开，2人一起去浪迹天涯。听说吉老夫人知道这事儿后还被气病了，吉三公子也从皇家学院赶回来了。今天这1万两银子啊，就是吉三公子给属下的。这事儿还真是稀奇了。属下还听说，那位女子可是难得一见的美人，她不仅模样长得美，个子还很高，站在一起甚至比吉二公子还高上一点，这也是为什么侯爷坚决反对的原因。他觉得自古以来都是男子高于女子，若是让女子高于男子，那站在一起还不被人看了笑话呀？你是说那名女子比纪清风还要高一点？是的，门卫们都看见了，都说第一次见长这么高的姑娘，十分稀奇呀。该说不说，这样的人他还真见过一位。但纪云堂又觉得不可能是薛飞花，那人可是血雨门的门主，脾气臭不说，嘴还很毒，他怎么可能会看得上纪清风这么个伪君子？周叔，派人留意永宁侯府的事，有消息立马通知本王。逆子，逆子！你今天要是带着这个女人走的话，就别想拿永宁侯府1分银子。你名下的那些茶叶店、瓷器店和家具铺的地契，全都是侯府留下的产业，你统统得还回来。知道了。侯爷，清风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，你不能把他这么赶出去。他在侯府里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要是出去让他跟那个卖花女一起，他哪里吃得了这个苦？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，出了这个家门，本侯就当以后没有他这个儿子。吉二公子，民女知道你对我的心意，民女也愿意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民女不想让你因为我的缘故，导致你跟你爹娘的关系破裂，从而回不了家。外面的日子很苦，远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。民女劝你三思而后行。阿花，你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哪怕是每天吃糠咽菜，我都愿意。花飞雪暗自翻了个白眼，他心道：你愿意，我可不愿意啊。如果二公子跟民女在一起是为了吃苦，那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了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留下来。要不咱们暂且让这姑娘留下来吧，只要先稳住风儿，让她想明白，以后啊，有的是办法赶走这个女人。纪南川犹豫了片刻，终究是狠不下心来，同意了。阿鹤，你跟我说说沧浪诗画吧。阿唐怎么开始对这个感兴趣了？错，我不是对沧浪诗画感兴趣，我只是对诗画第1名的赏赐感兴趣。其实早在6年前，沧浪诗画原本是有6项考核的，他在律法、算术、墨作、书法和作诗的基础上，还加了一个武学。但因为读书之人大多身体素质都比较文弱，在武学方面不堪一击，好好的武学比试到了赛场上之后，就变成了地痞流氓式的打架，才子们互相抓头发、撕衣服，在地上扭打成一团，实在有失体统。于是青云馆便取消了武学这一项考核。那是要怎么报名啊？阿唐，这你就别想了，历届沧浪诗画比赛还从来没有女子报名参加的先例，你是报不了名的。